哥，您看，这次我带回来的都是好货色。三弟想着咱这趟下山匆忙，几个夫人都没跟来，您诉了好久，所以特意将那些贪官的歌妓都绑来了。嘿，您可要好好挑一个啊！众女子瞬间瑟瑟发抖起来。江瑜将头埋得低低的，手心里捏了一把汗。她也是倒霉，阴差阳错被抓进了辽山匪窝。她本是京城江侍郎家的庶女，因为嫡母厌恶，从小被丢在平江县的庄子上养。把他给我带过来。嘿嘿，大哥，我看这个不错，这胸脯大，屁股也大。嘿，我特意没让别的兄弟动。我倒是不缺女人，只是二弟来咱们寨子里2个月了，立功不少，却还没人伺候。我是想给他挑个可心的。切，大哥倒是关心他，殊不知在山下的时候，我要带走这批美人，他非不让，说是什么有损辽山户民的声誉，一群歌妓而已，趋炎附势，谄媚贪官。我这可是为民除害，要不是我趁他不备将人带上来，兄弟们都要埋怨我了。我看呀，他就是假清高，根本就不像做过凉州有匪的样子。行了，你二哥严以律己，是为山寨好，你要多理解少抱怨。哦，不过兄弟们吃肉，他却总素着，总这么苦着自己，的确也不好。这次给他好好挑个女人，让他放松放松。来，都抬起头来，你们不用害怕，二当家的能力卓绝，能做他的机器是你们的福气。大当家，奴家身段软，选奴家吧。楚了姐，奴家长得好看，腿不够长。奴家腿长，奴家是头牌，还是清官人呢，这身子干净，定能伺候贵人。大哥，不然让我来给二哥选。好，那就看看你的眼光。他咬了咬牙，抹掉脸上黑灰，默默直起了一点身子。你抬起头来。哼，倒是够漂亮啊！你可是清官人？回三当家的，奴家是平乐坊的头牌，虽不是清官人，但奴家最会伺候男人了，奴家定会让二当家的尽兴。大哥，这个如何？二哥是个冷性子，最需要这样善解人意的美人了。不错，那就这个吧。严虎对如今的二当家魏明非常不满，说魏明刚来不久就坐上了二当家，不能服众，说他假清高不像山匪。他对二当家不满，自然不会给二当家的选一个各方面都好的女子，选不够漂亮的太显眼，那便选一个不够清白的。凭着这一点信息，江瑜决定大胆一试。好在他赌对了，为今之计只有好好讨好这位二当家，希望他能庇护自己一二了。江瑜这么打算着，可是接下来整整2天，他竟都没有见到这位二当家的面。主子，人已经在屋里凉了3天了。什么来路查了吗？听说是平乐坊的头牌，长得虽然漂亮，但不知道伺候过多少男人的。这三当家挑这么个人来，一看就是没安好心。平乐坊，平江县那个？主子睿智。这次我们劫的是通判王莹的车吗？他一向都喜欢在辽州城里潇洒，如何会有平江县的歌妓？这小就不知道了，许是下面人进献的。奴家见过二当家的。然而徐颂没有理他，上前2步来到衣架前，长臂展开，就那么站着。江瑜看他这动作，呆愣愣的，半晌没有反应过来到底是什么意思。江瑜紧张的手指都在颤抖，解了半天都解不开徐颂腰侧的系带，切衣带都不会。二当家的英武不凡，不怒自威，奴家没见过如此风姿，有些紧张。他在心中不停告诫自己，你是风尘女子，你是风尘女子，讨好她，讨好她。江瑜终于忍不住向后一步，避开他的手。当家的，现在天还没黑呢，等晚上奴家再好好伺候您。好好，你叫什么名字？奴家叫青舞。湖州一个得了。你今晚就是外间地上。等人出去了，徐颂才重新走到水盆处。他从小所受家教森严，从不与欢场女子多接触，刚才为了试探他，已经是他能做到的极限了。江瑜在冷硬的地板上睡了一夜，硌得骨头都疼。到了晚上，有个自称小六的瘦小山匪来叫江瑜，说山寨庆功宴，叫他去作陪。二当家如今是战场情长两得意啊，陈启刚带人打了胜仗，这会儿就又有美妾侍妾了。是啊，之前有人说咱们二当家的不解风情，依我看啊，二当家的只是眼光挑剔，遇到好货色才下口，可不像某些人是个女人就能啃一口。这么说，二哥昨天晚上是真的开了荤？三弟怎么总对我这房中事感兴趣？倒不是说做兄弟的对这件事不感兴趣，可是大哥对二哥的一片心意，若是二哥不懂得欣赏，白白耽误了大哥的心意，那还不如将这美人让给三弟呢。三弟一定好好疼疼他。大哥的心意我自是好好感受了，就不劳三弟瞎操心了。好，那昨晚去二哥房里送水的18怎么说？这美人被二哥赶到外面的地上睡呢。可是真的，据说二弟之前在凉州的时候，家中姬妾众多，怎么到了我们辽山，反倒清心寡欲了起来？徐颂抿唇不语，
这个魏明是个风流浪荡的性子，年纪轻轻在凉州便有很多妻妾子女，和徐颂颇为不同，所以现下这个谎就有点圆不回来了。大当家的恕罪，都是奴家无用。昨晚二当家的闹过几次之后，奴家就有些受不住了，大着胆子拒绝了二当家想再来一次的要求。可谁知二当家的竟生气了，让奴家去外间罚跪。奴家实在是累得不行了，这才偷懒伏在地上睡着了。求大当家和二当家的恕罪。二弟，你平时里看着一副冷面，没想到私底下竟这么急色，这样可不对哦。大丈夫对漂亮姑娘要怜香惜玉。这蠢女人什么都说，倒让大哥见笑了。这种香艳趣事惹得众人哄堂大笑，想必身后的男人看在自己帮他的份上，也不会计较自己的冒犯之举吧。江瑜看不到的是，身后徐颂的耳垂早已红透了。孙当家，你这花间客的名号怕是要易主了哟，连人家的闺房情趣都看不出来。去哪儿？当家的可还有吩咐？今日为何帮我？奴家流落辽山，一路见多了姐妹们的凄惨下场，幸得老天垂怜，让奴得了二当家的庇佑，竟能有几只饱饭吃，不至于被人侮辱。所以奴家清楚的知道，既然进了您的屋子，从此奴家就是您的人了，您就是奴家的天和地，奴家自然凡事都要为您考虑的。虽然二当家的暂时不喜欢奴家，不要奴家服侍，但这些都是房里事，奴家定然不能让外人看了二当家的笑话。徐颂身为建安侯，阿谀奉承的话早就听多了，可是这落难女子的真心剖白，竟然听得他有些莫名的不自在。我头有些疼，那奴家给您揉揉。他试探看向徐颂，见他没有反对，反而默默闭上了眼，提步便来到他身后，伸手轻抚上他的太阳穴，烛火噼啪作响，揉按了一会儿，徐颂觉得好多了。按得不错，去休息吧。那奴今日还去外间睡吗？你睡那儿，你睡那儿。江瑜心中一颗石头终于落了地，5日以来第一次缩进暖和的被侵，而不是睡在冰冷的地上，或是挤在阴暗潮湿的牢房了。房间里多了一个人的呼吸，还是一个女子的呼吸。徐颂睡得不太安稳，一早就起了身到院子里打拳。主子，玄副将传来话说，已经按照您吩咐的，2日后便会装作败逃，在白风岭一带引诱他们深入。廖振东是前朝大将，行军打仗颇有方法。当今圣上登基后，他落草为寇，韬光养晦数年，将辽山势力扩大到附近3个州府，才开始被朝廷重视。如今辽山上下明明暗暗少说有2万人，竟抵得上一支大军，所以必须先消耗他们的有生力量，才能慢慢以求剿灭。之前他们已经安排了几场建安侯的败仗，让廖振东放松警惕，接下来便是收网的时候了。你让玄副将查的平乐坊花魁已经查清楚了，那花魁娘子名叫蕊珠，10岁时被家中债主卖去青楼的，如今依旧在房里挂着牌子。叫蕊珠？是，本名方小花，而且蕊珠并没有消失，还在接客呢。那平乐坊可还有其他叫青舞的戏子？这个玄副将也查了，连同打杂的婢女算上，都没有叫青舞的。好啊，这女人第1日他就觉得，论打扮论举止，她都不像是风尘女子。自己试探接近，她竟还会害羞。主子，如今正是处得不错的时候，这个自称青舞的女奴竟然撒谎，别不是3当家或者大当家派来的细作吧？要不要属下？且再等等，等我再探一次。主子，你可做啥不可放过啊？何况只是一个女奴。若是大哥和老三派的人，会做好善后工作，不会撒这么拙劣的谎。再者，如果是他们的人，他昨日宴席上不必帮我。可若是他们为了取信于您演的戏呢？此事不必再说，若有不对我会亲自动手。另外，你去将那个18处理了。小六只得咽下嘴边的劝说，硬是离开。看到了吗，小骗子，你说我是不是应该也将你送回来啊？二当家的不要奴家了吗？奴家可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还请二当家明示。平乐坊头牌。江瑜马上明白了，是自己在身份的事情上撒谎被他发现了。只是她不过是一个供人玩乐的女奴，当时为了被选上，权宜之计撒了个谎，谁能想到这个人还会去查？二当家恕罪，奴家在身份上欺骗了您，您要打要饭都可以，还请您不要抛弃奴家。奴确实转了心眼，但不是针对二当家的，只是为了活命。
那时两位当家的要给您选人，奴看得出三当家不怀好意，大当家却暗中纵容，便知他们不会给您选一个十全十美的美人，所以这才投机取巧，谎称自己是风月老手，才得了今年兀子的机会。奴知道此时犯了二当家的机会，还请二当家再给奴一次机会，原谅奴的无奈。你说大当家暗中纵容，以后莫再和其他人说这种话。他顿时明白其中关窍，乖乖应是。阎罗自诩精通音律书画，身子清白，就算进了这匪窝也不输其他姐妹，到头来竟还比不上一个乡下的贱妓。方妈妈，你可认识这个平乐坊的头牌？什么平乐坊？谁呀？就是他，那天被挑给了二当家的那个姑娘。此刻江瑜正紧紧跟着徐颂离开牢房，二人靠得极近，在外人看来，二当家的肯带他出来见人，毫无疑问他是得宠的。什么头牌？那是采芳斋来送脂粉的小丫头。你说什么？奴家本名叫娘娘，奴今年15岁，本是平江县一户平民，往日里做些脂粉小生意，那日凑巧去给王通判宅里的姑娘们送些脂粉，就正巧被劫了过来。除此之外，奴家再也没有瞒着二当家的事情了。15岁，徐颂想起侯府里4房5房那2个侄女和他一样的年纪，每日都为了漂亮首饰和英俊少年郎争得面红耳赤，而面前这个姑娘一样的年纪却遭到这样的无妄之灾，仅仅为了活下来就要这样百般筹谋。若不是他机敏进了自己的屋子，刚才在那个牢里生无可恋苟延残喘的就是他了。知道了，这话也一样，除了和我，之后不得和任何人提起。对外，你还是平乐坊的头牌轻舞，知道了吗？知道了，二当家，奴家最乖了，以后一定会听话的。只要你听话，我可保你在寨子里无虞。他心中暗暗惊讶，他这是怎么了？难道因为知道她不是欢场女子，就对她不设防了吗？大当家的有事叫我去一趟，你先回屋吧。他不是没考虑过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其实在刚被绑上辽山的时候，他就考虑过是否要搬出父亲的名头，可是父亲已经10多年没有来庄子上看过他了，说已经将他忘了都无不可。山匪若真的敲诈到父亲头上，父亲压根忘了有这么个女儿，那才是闹了笑话，而自己下场也会更惨。这夜很晚，徐颂还没回来，正在这时，有人来叩门，说二当家喝醉了，要请五姑娘过去陪侍。他是大当家的人，当下没有任何怀疑，跟着就去了。两人在寨子里七拐八拐，到了一处华丽的院子，他正疑惑怎么没有听到觥筹交错之声，就被身后的人用力推进了一道门。呸！你他妈个臭娘们，敢骗老子！不是说自己是什么头牌吗？啊！为什么要瞒着老子？说话！江瑜死咬着下唇不说话，他已经和魏明表了忠心，若是朝秦暮楚，更没活头了。现在只盼着魏明知道了来救自己。臭婊子，说话！那晚也是帮着老二诓我的吧？判的说的明明白白，你们两个根本没有同房，你还帮着老二圆谎，你他妈的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搞坏老子的好事。几巴掌下来，面前的女人还是一个字不吭。严虎怒火暂歇，倒不由得有些佩服了。这老二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我都还挺硬，不说是吧？不说是吧？你不说，我也有办法知道。臭婊子，老子亲自试试，就知道老二那个装模作样的玩意儿有没有玩过你了。不要！另外一边，徐颂已经在廖振东的房里喝了3坛酒了。大哥，今日喝的已经够多了，再喝小弟要回不去了。今日高兴，回去不便是在大哥这里，你我兄弟2人还讲究那么多做什么？这不合适，况且房中有美人等着，小弟我也是归心似箭。大哥眼光甚好。二弟挑剔，难得有个你喜欢的，但是这好酒也怕长醉。今日听闻二弟带着那女奴去地牢了。什么都瞒不过大哥。二弟在凉州还有家室，这是准备将这女奴也收房了。此事不急，家中婆娘彪悍，小弟还没考虑好。这才对，此女身份低贱，玩玩还可以，收房还是要慎重。大哥这2日得了辽州官员新送的瘦马，今日留二弟到最后，就是为了让你多看看，别被一个女人就迷花了眼。他已与严虎商量好了，今晚他拖住魏明，严虎将那女奴骗出去拷打，只要那女奴受不住说了真话，魏明便要好好给自己解释一下他的所作所为了。不对，那酒里一定有东西。虽然药效缓慢，但是那女子抚上来的一刻，徐颂明显感受到了自己的反应。今日这个局是冲着自己来的呀！徐颂正思量该如何脱身，身后小六小跑而来，附身在他耳边说了一些什么。
二弟，你这是怎么了？大哥，我对三弟多有忍耐，没想到他今日趁我不在，竟然动我的忍，是可忍孰不可忍。小弟先走一步。说罢也不等廖振东允许，拔步便离开了宴席。严虎，你找死！你怎么来了？你怎么敢？我赶的事多着呢。徐颂裹了江鱼，打横抱着，不管不顾往自己的院子走去。可是他靠打你了。二当家，奴家没有出卖二当家，奴家一句话都没有说。听到这话，徐颂的心猛地抽痛了一下。都到这时候了，他都被打成这样了，还在着急辩驳没有背叛自己。男子汉大丈夫哪里需要女子保护了？谁问你这个了？二当家，这使不得。可是我弄疼你了。娘娘。徐颂喉头一阵干涩，只感觉刚才席间那股燥热的冲动又涌了上来。这廖振东的酒真该死，这种时候他竟生了不该有的心思。这女子可是和他的几个侄子侄女一样大啊，他怎能如此禽兽？他深吸一口气，起身准备去外面吹吹夜风，清醒一下，不妨衣角却被人拽住了。刚回头，迎面一团栀子味的香云扑了上来。这火越烧越旺，从脚底直到头顶，直到将徐颂的理智都燃烧殆尽。徐颂心中剧烈挣扎，至唇甚香甚软，甚得他意。他只知道最后自己狠狠迎了上去，钳住怀中娇躯，将人带上了床榻。娘娘，娘娘，疼吗？我会轻一点。娘娘，别这样叫，我受不住。娘娘，江鱼是被窗外鸟的啾鸣声吵醒的，他尝试动了下，浑身酸痛，就连胳膊都沉重的抬不起来。回想昨夜，江鱼小脸一红，这种事放在半个月之前，他是绝对做不出来的。一个尚未婚配的小娘子，不明不白就和陌生男人发生了最亲密的关系，说出去都是要进猪笼的程度。可是现在却是江鱼巴巴求来的，无他，不过是脑袋都悬在颈子上，清白还算什么重要的？尤其昨日被三当家抓走这件事，让他清楚地意识到，在这个山庄里，一个弱女子若没有强有力的靠山，面临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悲惨境遇。这都还不够，他还要这个男人尽量为自己着迷，不要抛弃自己才好。想什么呢？奴家是在想，这若是在民间，就是奴家的新婚之夜了，二当家就是奴家的夫君。可奴家知道二当家有家室，就有些小女子的惆怅罢了。是啊，若没有被掳上山，她本可以正常的嫁人生子，堂堂正正的生活，而不是在这里做一个山匪的暖床女奴，也怪不得她会惆怅。所以跟了我你觉得委屈？委屈，当然委屈。江鱼心里暗吃，他清清白白一个女儿家，不明不白的委身于一个有家室的土匪，能不委屈吗？所以跟了我你觉得委屈？委屈，当然委屈。郎君为何这样问？若不是跟了郎君，奴家现在是否还活着都未可知。郎君对于奴家来说，是绝境中救我于水火的英雄。你叫我什么？你可是不愿我这样叫你？愿意得起。嬉笑打闹间又滚到了一起，搅弄一世春色。二当家快起来吧，大当家带着三当家上门了。来便来，急什么？大当家的带着三当家和浩浩荡荡一群人，说要让三当家给您请罪。小的没了主意，先将人安排在前厅喝茶了。那便多奉几壶茶，让他们等着好了。啊？笨，回去以后和你玄哥哥好好学学吧。小六嘿嘿笑着，挠了挠头下去了。还不出来？大哥，你看到没有？他奶奶的，就是给咱们下马威呢！住嘴！忘了出来之前我和你是怎么说的了吗？胡一是来做什么？回大当家的。刚才二当家正准备出来见你，可竟然一头撞倒在门槛上，属下们都急坏了，找来胡医师看看。什么？放肆！二弟晕倒了，怎么也不过来禀报本寨主？大当家的别担心，只是晕倒了一下，马上就苏醒过来。二当家怕您和三当家担心，所以不让小的们告诉您。禀报大当家，依老夫看，二当家只是饮用了大量掺着50散的烈酒，
这50散本就有催情伤身，加上烈酒引化，二当家的身体损伤不小，要好好休养几天才好啊。那怎么行？明日就要对驻扎在白凤岭水泊的建安侯的残部发动总攻了，这时候我怎么可以休养？胡医师，你可莫要胡说。二当家，您不能出来吹风呀！老夫没有胡说，老夫刚才都叮嘱一遍了，你怎么就是不信呢？胡医师，可有其他办法？祝二弟尽快恢复。回大当家，老夫已经开好了汤药，但是最快也要休息3天才能保证不晕眩。这晕眩的毛病要是没好，出任务的时候容易出问题啊！跪下，跟二哥请罪。严虎心里不服气，但是知道此事已败，再争辩也无用。二哥，小弟鬼迷心窍，下手动二哥的人，还请二哥恕罪。三弟，你我是一起上刀山下火海的兄弟，如今你动兄弟女人不说，还为了个女人下药害我，实在是伤二哥的心啊！二哥，这酒是我送给大哥的，你让大哥喝了都没事，你放屁！都到这个份上了，你还狡辩？昨日我喝了都折腾了一夜，二弟喝的是我的2倍，难受些也正常。二弟，老三糊涂，我会罚他将手底下严家坡的粮仓从此移交给你管理。你看明天。大哥，我知道三弟对我一直有偏见，他为了寨子安全着想，怀疑我情有可原，但是因为小事延误了明日的任务，实在是不应该。眼下不是我明日愿不愿意去的问题，只是刚才胡医师都这么说了，明日我是怕我这副身子给大哥拖了后腿，若是在出任务的时候我晕倒了，这可非同小可。我让你坏事，我让你坏事。大哥，不至于。你看这样如何？明日本计划我去白风岭，三弟去望县收回粮仓。不若明日我们2人换一下，三弟去白风岭，反正建安侯只剩残部，是他手下的副将领着，想必不足为惧。以三弟的英勇，对付个玄童肯定没问题。你若是今日将他打坏了，那明日可就要大哥亲自下场了。廖振东被他逗得苦笑一声，也不得不承认，现在的确不能再折损人手了。严虎一人不能兼顾2处，只要魏明能出山，便是交换一下，想必也没什么问题。晌午过后，便忙里偷闲，在软榻上一边看线报，一边享受着江鱼在他肩膀上的揉捏。重一点。他这昨日服用了50散，本就燥热，他还不轻不重的，搞得自己心里像是有爬虫一样，根本坐不住。郎君，有一件事儿我还没和你讲。昨日三当家将我捉去时，第一件事就是责问我平乐坊身份一事，所以我想，定是有人将我的身份告知了他。这么看来，这批女奴中还有不安分之人喽？你可有怀疑的对象？知道我身份的只有方妈妈，但是方妈妈如今被送去洗公桶了，没有机会接触三当家，所以奴也不知。所以，你便找我来给你解决麻烦。奴家在这里能依靠的只有郎君了，所以也只有时时都求着郎君。这话说得好听，徐颂满意极了。那我帮你找叛徒，你怎么报答我？江鱼的脸刷的一下子红了个透，纠结扭捏片刻，壮着胆子凑了上去。然而一炷香之后，江鱼却站在了房间门外，他的脸上潮红还未褪去，但写满了震惊，他简直不敢置信。不可白日宣淫。随后就让他出来了，让自己出来了。江鱼简直不敢相信，不是说魏明在凉州妻妾众多，对待男女之事极为开放吗？可怎么到了自己这里就……对了，昨日成事也是在自己主动之下，而他之所以没有推拒，是因为服用了50散的缘故。然而实际上他是不喜欢自己的吧，所以刚才才会拒绝自己。江鱼低头看了看自己胸前，更要哭出来了。他如今年纪小，根本不像其他妇人那样长得丰容有致，还有他总是会咬痛他。江鱼嘴角向下撇了撇，简直要哭出来。路漫漫其修远兮，希望魏明不要因为不够喜欢自己而将自己赶走，他会努力的。房里的徐颂在江鱼离开以后，洗了个冷水澡才冷静下来。徐家家教森严，绝不允许子弟白日宣淫。他如今在辽山无媒无聘，强占了袅袅已是不该，不能再这样不知节制，坏他名节。以后辽山匪乱平复，他还是要下山过正常生活的，到时候自己对他多多补偿，定不让他后半生因为辽山上的事情被人诟病。当家的丧门星，都是你撒谎害着老子着了老二的道，看老子不打死你！主家，不可！有何不可？这个婊子敢骗老子，老子不打死他！主家，你想啊，燕罗姑娘有什么道理要骗你？她一个女奴，不骗你还有机会活下来，骗了你迟早有一天被拆穿，那她就是必死无疑了。所以此事十有八九是真的，
但是我们现在苦无证据，空口无凭，不如明日下山带着燕罗姑娘，我们去白风岭的时候正好经过平江县，待凯旋归来的时候去那平乐坊看一看，这证据不就有了吗？明日一路带着他，就算是赏给兄弟们玩的。第二日，寨子里的人少了大半，都被徐颂和严虎带着出去了。中午来人给江鱼送午饭的时候，江鱼便抓住那伙夫问了问：姑娘别担心，这次不过是上次和建安侯那一战的收尾，将他们彻底赶出我们辽山的地界。悄悄告诉你，明天晚上还有庆功宴呢，我们厨房正准备着呢。伙夫乐呵呵的，可是江鱼却没这么乐观。昨晚他睡在侧间，听到魏明的房里一直有人进进出出，有翻墙进来的，还有悄悄走门进来的，都是和魏明商议事情的，直到天快亮才消停。他虽一直装睡，但也知道魏明的任务肯定不只是收粮仓那么简单。果然第3日的时候，按理说应当是闭了，可2个当家人都没有按时回来。到了后半夜，徐颂被人抬着回来了。让开让开，叫胡医师快点。怎么回事？属下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按理说三当家那边牵制住了人手啊，可是没想到我们回来的时候，迎面撞上了建安侯本人带队，他们足足有2万人马，我们收复个粮仓不过2000人，哪里敌得过他们？拼死才保住了二当家出来，可是二当家还是受伤了，属下无能，请大当家治罪。他派出去的探子已经送回了线报，是严虎贪功冒进，追击穷寇，中了对方的埋伏。他那边一失利，建安侯马上腾出手来收拾瓮县粮仓，这才让2边都失了手。大当家，二当家中的这一刀还差1寸就要伤及心脉了，属下已经尽力医治，但是生死有命，二当家能不能过这一关，还是要看能不能熬过今晚呢。怎会如此？说到底还是自己的多疑害了魏明，要不是自己纵着严虎胡闹，魏明不会中药伤身导致不能去白风岭。廖振东闭了闭眼，从怀中掏出一枚银色的令牌，上前放在了魏明的床头，帮他塞进了枕下。大当家，这可是您寨主的令牌，您这是……我还有些事要处理，接下来的时间你们全力照顾二当家，这枚令牌在此，照顾他便犹如照顾我本人。只要二当家醒了，接下来我不在的日子里，寨中一切事务均由二当家做主。大当家走后不久，众人就被小六以二当家重伤需要休养的名义都送走了，江鱼也不例外。直到第2日晚间，江鱼才被叫进了徐颂的房间伺候。二当家，您这么快就醒了？二当家，他们好几日没见了，自己受了伤回来，大当家都来亲自看了，可他2日来却连个问候都没有。自己精神稍好就将他叫了来，他却连称呼都变生分了，开始叫自己二当家了。哼，不吃了，把碗收了吧。不吃东西怎么能好呢？这2日郎君的屋子不让人进，袅袅也不敢前来看我，心里焦急坏了。眼下看着您无碍，这才放心了。此话一出，徐颂刚才那点小矫情顿时被抚平了。我的屋子你可以随时进，让自己随意进出他的屋子，想必还是有些喜欢自己的吧。门外有人通传，是胡医师来给他换药了。胡医师进屋行了礼，警惕地看着江鱼。他是自己人，可胡医师还是原地站着，执意不肯上前。你去屏风外等一会儿。江鱼听话退下。主子也太大意了些，这女子毕竟不是咱们的人，您夸大伤势的事情最好不要让她知晓。知道了，可她不过是一个被掳来的可怜女子，辽山的事情不应该波及她。主子的意思是辽山势必要带她回侯府？此事还不稳定。二当家，您虽说暂且过了鬼门关，可那伤您的刀上带了药，会让伤口反复无法痊愈的，接下来还要好好调养，万不可掉以轻心。徐颂大咧咧挥手说没事，在胡医师的千叮咛万嘱咐之中送走了他，然后才让江鱼重新进来。竟如此严重，这点小伤我以前受过，可千万别说这样的话。郎君要好好的，一点伤都不能有才好。郎君好，妾身才能好。江鱼的意思很明白，他在辽山一切都要靠着他呢，他当然不能死。可是徐颂的心却软得一塌糊涂，想他堂堂建安侯征战沙场10年，受的伤大大小小哪一次不比这个严重？他从没想到过，除了娘亲之外还有人这样心疼他。小六没和你说让你留下来照顾我吗？奴家当然求之不得。心里暗自嘀咕，真会使唤人。他安顿好了徐颂，又将那软榻收拾出来准备自己睡。你要睡那儿？对啊。你离那么远，我怎么使唤你？奴怕会碰到您的伤口。徐颂听了冷哼一声，翻身朝向里侧，不理江鱼了。他悄悄靠近徐颂，身体贴上他的后背。郎君，您现在可以使唤奴了。世人都说男女是妙极，徐颂以前没有体会过，也不感兴趣。可是那日体会之后，他像是被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才明白其中奥妙。这徐家家训他也守得够久的了。
他顺势拽住了他的手，将他整个人揽到了自己身上。你还有伤，不行的。我忍不了。可是胡医生方才说了，您不能剧烈运动的。那就不要让我剧烈动作。你来。主子说要做什么，他为了他的欢心，自然不敢违逆。风萧声东过的雨后，你耳语摇曳的我让林流苏，手背盘古，清风吹拂，万家灯火亮尽，相约高空。所以在徐颂的强势之下，一次又一次红绡帐暖，不知日夜长。宫中交错举杯，美酒引露出，心无旁骛，相对四目，忽让我就深深动了你的骨。不过这2日的时间，江瑜彻底推翻了之前的猜测。以男人病中都如此强悍的需求，他万分确定他对自己还是有些喜爱的，至少是喜爱自己身体的，这样便够了，至少能保证自己在辽山上活下去。杨君，您听说了吗？大当家已经出寨子去救3当家了。奴听别人说，这3当家中了建安侯的诱敌深入之计，已经被俘了。此事我已知晓。已知晓？二当家，您知晓了都不担心辽山被剿吗？寨子里的人都忧心忡忡的，说大当家的从3年前就没有出过山了。若是此番不能顺利回来，那辽山从此是不是狠就要变天了？若是辽山被剿灭，他岂不是能顺理成章的回家去了吗？巨大的喜悦涌上心头，江瑜差点高兴地蹦了起来。这一切都被徐颂看在眼里。那你是在担心辽山被剿，还是希望辽山被剿呢？奴家当然是担心辽山被剿了。然而江瑜的开心还没有持续半天，就在晚上得知大当家竟然真的将3当家救回来了。不愧是当年凭借着一己之力将辽山做到与当地驻军比肩的人物。怎么二弟的脸色还是这么难看？请大当家的宽恕啊，这伤口反复溃烂，可是咱山寨中缺少抑制溃烂的药物，再加上不知为何伤口又裂开了，所以好的慢些。那伤口为何又裂开了？他比谁都清楚。一阵紧张和愧疚涌上他的心头。如今大当家和3当家顺利归来，眼看着辽山气数未尽，朝廷剿匪还不知何时能成功，自己还要靠着魏明呢。不管用什么办法，都要治好二弟。缺什么药你来说，我来想办法去学。胡医师一番交代，送走了大当家。我刚才的话一半是骗廖振东的，可有一半是真的。你说，你这肩膀上的伤是怎么裂开的？徐颂讪讪地捏了捏背角，佯装无事。我自己不小心伸到的。如何才能抻到？你当我一个快50岁的老头子不知？哼，怕不是那小妖精在你病中还勾引您吧？侯爷，您年轻气盛我知道，但那个小女奴您还是不要太放在心上。一个被拐上山的女奴，巴不得您早死呢，巴不得辽山覆灭呢，好早日回家去吧。我有分寸，多谢胡叔提醒。当晚江瑜便不被允许再进屋侍奉了。听小六说是2当家伤势反复，需要静养。听了这话，江瑜小脸一红，更愧疚了。他还给了自己不少首饰金银，他已经算是过得很好的了，万万不能因为自己的原因让他伤势更重才是。江瑜在屋子里踱了2圈步，最终下定了决心，换了身山匪的衣裳，从后院溜了出去。主子，青梧姑娘接连2日晚上乔装打扮出了院子，一个时辰后又回来，在院子一处隐蔽的地方鬼鬼祟祟的跑土。跑土？对。可看见他跑土做什么？属下不敢靠近，但是看起来像是在埋什么东西。难道真的像胡叔说的那样？他心中是期待辽山倒台，好早日回家，甚至期待自己早死。主子，这女人如此不安分，一定是以为您真的身受重伤，快不行了，为自己留后路呢。您看吧，她肯定是将您送她的金银财宝都藏起来，等着跑路呢。果然，在一丛竹林的背后，月光熹微之下，一个娇小的身影穿着单薄的衣衫，正在那里刨来刨去。良久，江瑜才觉察出不对来。他猛地一个回身，看到徐颂，瞬间汗毛倒竖，慌忙就要去挡身后的东西。2当家，您怎么来了？徐颂冷笑一声，果然是生了2心，连郎君都不叫了。他抬手示意小六，小六领命上前，狠狠瞪了江瑜一眼，然后扒开他。但是下一刻他便呆住了。你干什么？这是风神草，去腐生气的良药，我好不容易才寻来的，你不能动它。你这2日夜里来回奔波，就是为了去找这种草药？对啊，还不都是为了你的伤？这可是我爬到了辽山最高处的山崖才找到的，你们可别给我弄坏了。你什么你呀？难道你以为我在藏什么东西吗？娘娘，不是这样的，我只是没想到你竟会对他如此尽心。
竟在得知山寨危机的时候，想的不是逃跑，而是如何让他好起来。原来他之前说的那些只想自己好的话根本不是骗他，全是他对自己赤裸裸的真心。为了我将自己伤成这样，也没什么，都是小伤而已。徐颂听了心脏顿缩，伸手将女子紧紧搂住，以后别做这种傻事了。为了郎君的身子，算什么傻事儿呢？只要郎君能好，让奴家做什么都愿意。有娇妾如此，夫复何求？这晚江鱼自然是住进了徐颂的主屋。郎君，不行的，之前奴家由着您，结果让您的伤势加重了，奴家愧疚不已。若是您因为奴家有什么好歹，奴家也不活了。不许说这么不吉利的话，一定会好好活下去的。风萧声风光着渔火，你耳语谣言了我让冰流苏，生辉盘古，清风吹拂，万家灯火亮星相遇很高空，星光如雨，吹流如雨，觥筹交错举杯，美酒饮如初，心无旁骛，相对四目，忽然我就深深中了一段故。第二日，胡医师来给徐颂换药时，不错不错，青舞姑娘寻得的这封神草确实是治疗二当家伤口的良药。没想到青舞姑娘还有此心，之前是老夫错怪你了。胡医师关心二当家，谨慎些是应当的。什么青舞姑娘？是夫人。他如今已经对外将江鱼认作了夫人，便是在山寨里给了江鱼身份，从此江鱼便不再是女奴了。你小子还和老夫嚼舌根？也罢，如今有了这封神草更好，省得我费心去找别的方子。只是如此一来，你的药方就要变，之前用的几味药不行了，配合封神草，我再给你开个新的方子。你再找人去我的药炉，让我的小厮按照新的方子抓一副药来。二当家，让奴家去吧。哎呦，这不是咱二当家院子里的金武夫人吗？可是有事吩咐人去干。麻烦你了，我找一下方妈妈。方妈妈？我们这儿有这个人吗？没有。我就是方妈妈。哟，原来是赵奴啊。方妈妈怎么也想不到，当初那个不起眼的寒酸乡下丫头，如今竟然能做了二当家的夫人，还颇受宠爱。丫头，不，金武夫人，不知找老奴有何事啊？方妈妈，我自认为和你无冤无仇，大家一遭落难，路上互相扶持，也算是有些情谊。既到了这虎狼窝里，为了活下去，都是各凭本事。也不知为何，你要费尽心思将我的身份告知三当家呢？江鱼的事情，他只和燕罗说过。而燕罗第二日就做了三当家的女人，他恍然大悟，伸手拽住江鱼的袖口。夫人，我绝没有告密，我一个老婆子都进不了三当家的身，我怎么去说呀？都是燕罗，这事儿呀，我只有在路上和燕罗聊过，都是他嫉妒您告了您的密呀。夫人，我对此事守口如瓶，生怕露出一点风声，影响了您的好前程，请您看在往事的情分上面，救救老奴，把老奴从奴婆院要走吧。告密的事都是燕罗那个嫉妒心重的小蹄子干的，和老奴一点关系都没有。老钱婆，你敢出卖我？你敢胡说八道，我弄死你！快放手！你个疯女人，怪不得三当家要把你送走。方妈妈也拼死挣扎，两人夹击之下，燕罗眼看着一击不中，也卸下劲来，跌在一旁喘息。疯了，真是疯了！燕罗，你我素不相识，你为何要拆穿你吗？不公，命运不公！凭什么？俺蹄子，你凭什么？我要你死！千钧一发之际，有人迅速从后面狂奔而来，大力踹开了死钨制住江鱼燕罗。夫人，您可还好？快，将这个疯子快点绑进去！夫人，您怎么独自来这种地方？想来也要叫两个人跟着保护您啊！这些都是穷凶极恶之徒，伤到您怎么办？六哥，你态度转变有些快哦。夫人，快别取笑我了。昨日之前，我都误会你对主子不忠，但这不都是误会吗？之前小六对夫人都有得罪，还请夫人不计前嫌。今后小六对待夫人，一定像对待主子一样忠心不二。六哥言重了，我之前只是一个女奴，承蒙二当家不嫌弃，哪就尊贵成了什么夫人呢？今后我们共同为二当家做事儿，齐心协力再好不过了。二人相视一笑，算是达成共识。
但是江鱼心里却有些打鼓，他根本没想到魏明竟然受益身边人给了自己这样的尊重。这个罗爷，我们一直暗中找人看着，刚跟着严虎从外面回来的，只是没想到那么巧，今日正好被夫人遇到他送往奴仆院。罢了，以后对寨中的一切动向，你们还是要更加上心，离守网的日子也不远了。真的，主子，我们是不是很快就能回京城了？尽量在1个月之内解决吧。我们在辽山耗得够久了，今日接到了从举的信，恐时间久了，陛下生疑。那主子，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做？先将严虎那个碍事的解决掉，辽镇东无人可用，辽山便尽在掌握了。于虎冲动有余，谨慎不足，多次草率行事，造成辽山重创。鉴于此，严虎从此不再是辽山的3当家，即职降为2等将领，从前所辖事务均归2当家魏明管理。大哥，我跟着您10多年建立起的辽山的呀，大哥。那个叫什么罗烟的女奴杀。你说什么？燕罗被杀了？对啊，大当家下令的。他时刻不敢忘，他在这山寨中是低人一等的，全凭2当家的喜爱才能苟活。若有半步行差踏错，就是和燕罗一样的下场。早就和你说没必要着急自己去奴仆院，当初害你的人是燕罗，主子早就查出来了，之所以早些时候没处置，就是留着他最后设计3当家一程。你是说3当家上战场带了燕罗，也是咱们2当家设计的？3当家身边的冯师爷就是咱们的人。娘娘对不起啊，郎君。想什么呢？一副有心事的样子。奴家上辽山日久，今日是奴家的生辰，故而有些思念家乡。奴家不是要离开郎君，只是今日有些感慨罢了。郎君，你别生气了。平江县多温泉，想必娘娘从小都会去温泉玩吧？郎君怎么知道？去收拾几件轻薄的衣衫，一炷香之后，咱们出去一趟。去哪儿啊？当然是去泡温泉。辽山半山腰处，正有一处温泉泉眼。水声扑通，江鱼就被人拽进了池子。不过这次江鱼没有躲，他酡红着脸，闭上眼睛向前，轻轻献上樱唇。不知是热气熏笼着，还是唇齿纠缠本就旖旎。不多时，他便软了身子，倚在男人肩头深深喘气。这就不行了，长夜漫漫了。郎君从前可没这么不正经。以前不是还没对你这个小妖精真心吗？江鱼一愣，马上抬眼对上他的视线。徐颂也是心中巨震。真心，这本是一个山匪和他被掳掠来的女奴之间最不能谈论的话题。可是此时江鱼知道他一定是失言了，聪明地绕开话题。这里可真热啊。他心中承载了太多，在这辽山又不长久。之前发觉自己对江鱼越来越沉迷，便只当是人生开了小差，放纵一场罢了。等回归正轨，便给这女子足够的金银补偿，再给她找好人家，一定保证她下半生过得好。可是后来渐渐的，徐颂发觉自己越来越不愿意想下山后如何安置她的问题。再到现在，他居然对她说真心，真心，自己竟对她动了真情了吗？相见亦或再见，相守亦愿永远，细数时分，不愿停歇。如果，我是说如果，辽山覆灭，我不再是这辽山的2当家，你还愿意跟着我吗？郎君这是说的哪里话？您是救我的英雄，我一日是郎君的人，便一辈子都是郎君的人，生死不弃。说罢，江鱼偏头倚上了徐颂的肩头，这个姿势充满了信任与依赖，只有鸦羽般浓密的睫毛掩去了他眸底的心虚。去见梁从举的那天，你安排一下，我要带青武一起。什么主子？您竟然要带青武夫人下山？徐颂卧底的身份是他的最大的秘密，关系着辽州一行的成败，也关系到一众卧底辽山之人的安危。带江鱼下山，便意味着有可能被江鱼发现他的身份秘密。是多深的信任，多浓的宠爱，才能让主子做出这种决定？主子，您不会是想在辽山事毕之后，带着青吴夫人走吧？您还没娶妻，若是不明不白带一个山匪的女人回侯府，老夫人非打死您不可。徐家是不能纳妾的呀。谁说我要纳妾了？您难道要娶她？不得了，完了，此事一定得告知玄童哥哥，1个月后侯府要闹翻天了。做什么鬼鬼祟祟的？不是和你说了吗？没有事不要见面，省得惹得辽山的人怀疑。玄童哥哥，这次真的是要紧事儿。可是主子出了什么事儿？没有，
主子也没出事。哎呀，那你急什么？现在是更大的事儿，咱们主子在山上收那个女奴，你知道吗？不是让我查过是个骗子吗？怎么了？哎呀，就是这个骗子，侯爷现在要娶她回家。你说什么？娶？真的？怕不是纳妾吧？你听错了吧？千真万确，我特意问了他。侯爷，你还不知道吗？不说话就是默认了。玄通哥，你快想想办法呀，这可怎么行？老夫人非打死侯爷不可。打死侯爷？老夫人敢吗？舍得吗？你是不敢，也舍不得。可侯爷是应该娶世家小姐的，就像是连安郡主，皇上一直想要把连安郡主许配给侯爷的，还有海阁老的女儿也不错。可是那些都不是侯爷想要的。你不会是要帮着侯爷吧？你是侯爷的人，你难道不帮着侯爷吗？我当然是帮着侯爷。对，我当然是帮着侯爷。对，便是再离谱又怎样？只要侯爷认定了，那便是他们要遵循的。况且金武姑娘一心一意为着侯爷，是个再好不过的女子。金武夫人，告诉你一个好消息，7日之后，二当家会带你下山玩哦。怎么可能呢？这山寨里的夫人上了山，就从来没有再下去过的。怎么不可能？我们主子的话一言九鼎，说了带你出去，便一定会带你出去。你说的可是真的？二当家当真决定带我下山了？那还有假？你便早早去准备一身漂亮衣服，想好下山要买些什么，就等着跟着二当家下山游玩呢吧。江瑜回到了自己的侧间，兴奋地坐立不安。他不是在兴奋可以下山玩，而是在兴奋下了山便远离了辽山的重重关卡守卫，进了闹市，那他一直以来隐藏在心底的期望，岂不是有了机会？对，他要逃跑。郎君，郎君。上次自己和他说思念家乡，只是半真半假随口扯谎来骗他的，不想他竟一直惦记着，出门做任务都带着自己，只为让自己看一眼家乡。江瑜心中被理智和良心剧烈撕扯着，若自己没有惦记的亲眷还在家中等着，或许托付给魏明是个好的选择，可是他不能，他不属于这里，他必须要离开这里。怎么了？回到家乡应当开心，怎么还哭起来了呢？郎君，你不该待我这般好的。今天要在这里停留一日，你可要让小六陪着你回家看看，给父母报个平安。然而江瑜直起身子，眼神茫然地扫过窗外熟悉的街景，最后却摇了摇头。他没有解释，徐颂却明白，让父母知道他如今的处境，想必还不如让他们就以为这个女儿死了的好。郎君方才说今日要在平江县停留，可是有事情要处理。有一位旧日的友人要见一见，你愿意的话，可跟着我同去。你们男人聊天都是些无趣的家国大事儿，奴家才不感兴趣呢。郎君，奴家可否去集市上逛逛？东市郎宝阁的首饰别具一格，奴家从前没有钱买，这次想好好去逛逛。去吧，爱什么便多买些，不要吝啬银钱。郎君最好了，郎君千岁。恰巧此时马车缓缓停下，就着还未放下的车帘，碧华亭门口赫然站着一位白衣公子，正唇角含笑，眼带揶揄地看着这一幕，正是梁从举。待许颂从江瑜的肩头看清了人，整个人都僵住了，顷刻间从脸颊到脖颈迅速地灼烧起来。免之，这位是袅袅。袅袅，来见过免之兄。袅袅见过免之公子。他微微颔首。见过小娘子。双方见过礼，江瑜也不多打扰，便带着小六离去了。梁从举抬步，率先带着徐颂朝碧华亭内走去。郎君最好了。你找死！一脚踹了上来，一切都是那么顺利，就这么下了辽山，还摆脱了徐颂，来到了平江县的街上。江瑜简直不敢相信，身旁虽然跟着小六，但是小六个性单纯，不足为惧。江瑜胜券在握，带着小六在平江县的集市上左逛右逛，买了这家又吃那家，直逛到天将日暮。夫人，咱们还要接着逛吗？最后再去一趟郎宝阁吧。郎宝阁上下3层，江瑜逛了1层，逛3层，逛了3层又逛1层，将小六都绕晕了，直跟着腿肚子打颤。夫人，咱们能不能按着顺序逛啊？可是这1层的翡翠耳坠和3层的头面甚是相配呢。你要是累的话，不如就在1楼的茶座歇一歇，稍等我选好了再过来叫你。反正你在1楼能看到门口，就算我忘了叫你，你也能叫住我。小六一颗心顿时放进了肚子里，这就对了，自己在1楼，任谁出入都要经过大门，还怕丢了夫人不成？那就多谢夫人体谅小人了，小人去1楼等着夫人。去吧，据说他们家的8宝擂茶最好喝了，你买盏尝尝。
掌柜的，稍等我回来再结账。过了一日没用饭，去给我家弟弟买些糕点。说罢，从2楼的后门出到了另外一条街。江鱼是本地人，对这县城里大大小小的店家了如指掌。他加快了脚步，越走心跳越快，越走越兴奋。只要穿过这条巷子，前方就是城中的渡口。等他坐上客船顺流而下，任卫民有滔天的本事也寻不到自己。下一刻，江鱼迎面撞上了一个硬邦邦的胸膛。哎呦，不好意思，小生可是耽误了袅袅姑娘逃跑啊。胭脂公子说笑了，奴家不过是去买些吃食，带回去和小六一起用的。哦，来这么远买吃食？那是因为这码头附近有处很好吃的馄饨，我想着正巧离得近，便去买几碗，一会儿见到二当家，也可让他尝尝我家乡的美味。哼，袅袅姑娘骗别人倒还可以，骗我？你行色匆匆，头戴斗笠，根本顾不上看附近的摊贩。况且出来买吃食，为何不带着小六？为何还要带上挎包？你眼神躲闪，分明就是有鬼。说，是不是要对卫民不利？正在江鱼一筹莫展之际，急切的脚步声传来。免之，何故这样疾言厉色？免之，这是为何？为何？建芳，你可别被这女子骗了。她神色慌张，独自一人跑了出来，一看就是要跑路，或者是去和什么人接头。魏兄，你可要好好审一审你这个相好。郎君，我没有，奴家真是出来买吃食的。方才小六说他逛累了，奴家就想着让他歇歇，这才没有叫上他一起。魏兄，你不信别人，难道还不信我吗？你若是不信，只管打开这个女人的包看看，看看她是不是卷了你的金银要跑路。免之，我信袅袅。我信袅袅，这话竟然是从杀伐果决的建安侯徐颂口中说出的。刚才不还说要给我买馄饨吗？快去吧。在渡口边熟悉的小饭摊前，江鱼伸出手指。阿莫，买3碗馄饨。算了，还是4碗吧。二当家，胭脂公子，若不嫌弃，可以尝尝奴家的家乡小食。然而两人显然没有胃口。江鱼沉默片刻，最后将自己的挎包拿出，提着挎包底部冲着桌案一顿抖。叮叮咚咚，只有几块碎银子从包底掉了出来。你这是做甚？胭脂公子怀疑我卷了财物跑路，虽郎君信我，但我若不自证清白，总叫郎君和公子之间生了嫌隙。这下胭脂公子可信了？我说信你就是信你，你无需再证明什么。待到夕阳渐渐在天边消了光彩，也到了徐颂和江鱼回辽山的时候。喂，装模作样的小娘子，魏兄信你，我却是知道你的。小鬼头，你今日是想逃跑吧？徐颂不在面前，江鱼也不必装柔弱，索性破罐子破摔，胡说八道起来。公子可猜错了，我不是要逃跑，我是要去给大当家的送信，说二当家勾结外人，欲对辽山不利，不是就要造反。你。这时徐颂安排好了回城的队伍，看到这边两个人又乌眼鸡一样的斗了起来，赶忙过来一把拉走了梁从举。你做什么？他什么他？我都说了此事不必再计较，你为何非要和他一个弱女子过不去呢？我和一个弱女子过不去？徐老五，你重色轻友！哼，没想到，徐老五，你也有色令智昏的时候啊！你小心迟早栽在这个女人的手上。徐颂无奈笑了笑，只得摇摇头目送他离开。也不怪梁从举反应这么大，之前他确实是宁可错杀不可放过的性子，可是因着上次江鱼中封神草的事情，他已经因为多疑而愧对他一次了。这次他宁愿无条件信任他。江鱼的马车刚离开平阳县城门，车轮滚滚扬起纷飞的尘土，谁都没有看见马车后远远坠着一个婆婆，两鬓斑白，似乎是想努力追赶上马车。雅娘，别追了，那是贵人，愚昧怎么可能在贵人的马车上？自从2个月前江鱼失踪，杨硕已经陪着雅娘找遍了平江县乃至辽州城的每个角落，可是依然没有江鱼的踪影。这些马车之前在平江县没有看到过，是生人就有可能带来新的消息。雅娘不是天生哑，所以她能听得到，只是说不出来而已。我们再去一趟高粱酒肆吧。杨硕无奈点头，搀扶起雅娘重新往城内走去。江鱼跟着徐颂回了山寨，却发现山寨莫名弥漫着一种低气压。子夜如墨，残月如梭，花万家灯火。花雨尽头，阑珊过后，人无人来嗅。夫人，不得了了，严家坡没有守住。什么？
江瑜大惊失色，廖振东可是能孤身入敌，将严虎从建安侯包围圈中救出来的神勇之将。不光如此，多年来扩展辽山疆域，基本上从无败绩，可这次竟然没有守住一个小小的严家坡。不仅如此，据说大当家还受了很重的伤，所以不能和你多说了。我现在要赶快去禀报给主子。江瑜紧张地攥紧双手，在院子里来回踱步，时不时观察着院子里进进出出的人们。果然，从掌灯时分直到暮色四合，书房里只见头领们进去，却不见人出来，甚至饭食都是由厨房的钱婆子送进去的。显然情势已经紧张到要一边讨论一边用饭了。大当家的受了重伤，魏明不说第一时间去探望，却着急在房中商议要事。他就不怕大当家的对他不满吗？他跟着钱婆子出了院子，委婉地问外面的情况。金吾夫人，您不知道，今日我们厨房送了好些水进昭惠堂，又见下人们端了好几盆紫血水冲来倒，大家哪见过这种阵仗啊？那些血水不将人身体的血都流干了吗？都说这次大当家危在旦夕呀。老婆子，我听昭惠堂里一个相熟的丫头说，大当家半年前刚收的那个雨夫人就是特别的得宠，闹着非要去那个战场那个。晌午的时候卷了钱财珠宝，趁乱要溜下辽山呢，可惜跑到半山腰，被守门的卫兵给追回来了。竟还有这事儿？可不是嘛，要不是大当家的快不行了，玉夫人那么得宠，为什么要跑呢？老奴听说他家里可没什么人在了。怪不得魏明那样有恃无恐，这山寨里现在只他二当家一个人能主事，再加之前廖振东已经将旋风令给了他，他现在俨然已经是辽山的话事人了。金府夫人，这辽山以后就指着咱们二当家了，以后您的面子可是比谁都大呢。说有什么需要，随时和老婆子言语就行。钱妈妈哪儿的话，平日里您对我多加照顾，青武不会忘了您的好。主子，这是好机会，我们应当尽快动手，一举拿下。上头说的是不可将人逼急，最好和谈，你现在动手，闹得无法招。什么人？二当家，奴家劝大家讨论了好几个时辰了，担心各位头领累了，特意熬了一些绿豆汤，当来给众位头领降降火。二当家书房重地，你一个小小姬妾怎敢擅闯？将军误会了，奴家敲了门的，没人应声，这才推门进来的。便是没人应声，也不该擅闯。主子，此事万不可轻纵啊！直说，青乌姑娘之前都允许进入书房的，她也许不知道我们在此议事。休为她辩解，她刚才说了，知道我们在里面议事，还偷手偷脚的，这还不是说故意的？奴家不是故意的，奴家没有偷手偷脚，还请二当家明鉴。多亏你还记得每日这个时辰给我送绿豆汤，正好有些渴了。一句话将现场氛围融化。陈副将一向得徐送敬重，可没想到他开口却轻松玩笑般将此事绕过。来，清武的绿豆汤最是爽口解乏，说了这么久也有些累了，你们都尝一碗歇一歇。直到再一次呼吸到外面的清新空气，他才感觉一颗心放回了肚子里。想起刚才魏明说的话，江瑜耳根一红，他根本没有每日给他送绿豆汤的习惯，他那样说不过是在给自己解围。江瑜仔细回想他进门前的对话，说什么是一举拿下，还是不可把人逼急，要和谈。对了，还有上头说，这是什么意思？上头指的是谁？难道魏明之上还有其他主使？江瑜不禁想到他们在平江县见的免职公子，似乎就是来和魏明接头的人。身为辽山二当家，还要做外人的鹰犬，造反自家主子。不论怎么说，这行为都不像是正大光明之人所为。之前廖振东怀疑他，江瑜还帮他遮掩，为他抱不平。现在看来，竟是一切都有迹可循。难道他真是这样的人吗？迷迷糊糊的心中只有一个想法，一定要搞清楚魏明在做些什么。这几日可有什么消息？大当家，你身子还没好，还是先别操心那么多了吧。发生了什么事？如今形势严峻，辽山岌岌可危，你还有什么遮遮掩掩的？我廖振东难道是什么轻不得势的人吗？大当家，属下知错，您昏迷的这些天确实发生了不少事。昨日二当家去将辽山总账收了去。总账那可是只有债主才能动的。还有呢？还有更过分的事情，他竟然将寨子里里外外重要的关卡都换上了自己的私兵。大当家，他这是司马昭之心啊！他岂敢？何止呢？这些天您受伤昏迷，他作为您的义弟，一次都没来看过，俨然等着您咽了气好做大当家呢。您还是保重身子，等您好了，我们再收拾奸人。等我好，怕是这小兔崽子早就将我架空了，就没有什么好消息吗？倒是有一个，咱们早就废弃了安庄，平江县的高粱酒肆，前些日子收到消息了，
难道是殿下有消息了？这些旧人旧事可是有10年没有听到了。难道是殿下有消息了？倒不是殿下，是当时有个不起眼的杨浙妃的人，说是丢了女儿，请咱们帮忙寻找。当时树倒猢狲散，那些女人都各寻了生路，辽山哪儿管得到那么多？若是我们是胜的时候，帮忙倒是无妨。如今我们尚且应接不暇。是，况且那女子都丢了2个月了，怕是已经凶多吉少了。如此，等这边事情结束，你再派2个人去帮一帮他吧。是。那魏明这边，等您身子好了，我们……军师在脖子上比了个杀的动作。等我身子好，怕是这辽山已经易主了。魏明快，我们只能比他更快。书房里，徐颂和众人商议到深夜才结束。在场的都是他带来的心腹，有早就安插进辽山的暗桩，也有他进山之后培植的爪牙。小侯爷，陈叔我倚老卖老，有件事想问你一下。陈叔请讲。我最近听到了一些风声，说你有意在事成之后娶那个女奴。小六这个漏嘴的，这种小事也惊动您？您别怪小六多嘴，您对那女奴有多喜爱，不用小六说，我们其他人也看得出来。您年少气盛，便是宠幸个女子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要带回侯府，还要娶她，那这就要慎重了。昨日你们去见了梁大学士，是不是也带了这个女奴？是带了，但是我们谈事情都避着她的。陈叔不必担心，我还没有色恋之婚到那个地步。哼，没到这个地步也差不多了。今日的女奴明显就是别有用心进来探听的，你为她遮掩，别以为老夫看不出来。你小子可是我看着长大的。陈叔，她不过是一个小姑娘罢了，我看得紧，翻不出什么浪花来，您就别担心了。翻不出什么浪花？你可知事情成败往往就在这些细节上。你若是非留他不可，这些日子就给他下禁令，找2个人去门口看着，等事情结束再放他出来。若不然就不要留了。徐颂有些为难，袅袅有多害怕被拘着他是知道的。当日自己要升她为夫人，问他想要什么，他第一时间没有求别的，只求了可以在山寨中随意走动的权利。这寨中已经都换上了咱们的人，实在不必。哼，就知道你要这么说，还不偏心。这个世界有多关键，你难道不清楚吗？昨日梁大人告知你的消息，你难道忘了吗？如今寨中表面上看着都被我们掌控了，可那位安插进来的人还没有找到呢。你若是非要留他也可，他必须得过了我一道试验，他若能过，我陈科以后什么话都不说。什么试验？陈叔你可别瞎来，袅袅是可信的，我曾试过他，你若是瞎来，我可不许。哼！陈科一甩袖子不说什么，斜了徐颂一眼便大步朝前走去，徒留徐颂一人焦头烂额。小六，你找人看着陈叔，别让他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来。这一夜徐颂没有回来，第2夜直到夜深还是没人回来。昨夜便辗转反侧，今夜他干脆睡不着了。想起昨夜书房中发生的事情，江瑜直觉这寨子中有一种山雨欲来之前的安静，似乎这几日就要发生什么事了。当务之急是弄清楚到底要发生什么。书房门外并无人把守，江瑜循着记忆中的位置来到书房内室徐颂的桌案前，他环视一周，在桌角发现一个精致的小匣子，他从里面抽出一封被起掉火气的信，定睛一看，上面只有短短一句话：3日后子时，举火为号。魏明确实是要造反了，勾结外人一起。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房间的，直到坐在妆台前，神思才稍稍归位。江瑜一朝沦落匪窝，的确是凭借他的照拂得以活了下来，但那也是自己曲意逢迎，与他无媒苟合换来的。他在凉州有家有室，若是事成，肯定要将妻妾子女接过来，而自己名义上是辽山2当家的夫人。可到那个时候，自己怕是连个寻常人家的妾妾都不如。为今之计，走为上计。回笼思绪，却突然发现自己走之前合得好好的妆帘，其中一个格子却大敞着，有人动过了。江瑜抖着手展开，玉魂令，饮食马就见。他前脚出门去魏明的书房，后脚就有人在他回来之前进屋放了这纸条威胁他。难道是大当家的人？也不是没有可能，但大当家现在自顾不暇，还有人手能进魏明的院子。但是不管是什么人，他现在有把柄落在人家手中，都不得不去一趟了。他坐了片刻，起身换上最花哨的裙子，又从妆帘里拿了味道最浓的桂花头油，全倒在了头上，最后将最显眼的首饰插了满头。差一刻寅时，江瑜轻轻推开小院侧门溜了出去，还没等喘口气看清马厩里的情况，只听身旁风声一紧，紧接着便有一把银光闪闪的刀架在了江瑜的脖颈处。请吴姑娘别怕，我不是坏人。好汉饶命，奴家家中还有老母，您就饶了奴家一命吧，奴家什么都听您的。闭嘴，请吴夫人，
只要你乖乖的，有什么说什么，我不会对你做什么的。我且问你，你今日去魏明的书房看到什么了？我说，敢问好汉，你可是大当家的人？回答问题，少问。这些天寨子里的人都说二当家做主了，还收了藏经器的库房，奴家便有些高兴，心想着若是二当家做主了，那我岂不是这山寨的女主人了？奴家就想和二当家要那库房的钥匙，里头可有好些漂亮的首饰头面呢，以前可都只有大当家的雨夫人他们才能戴的，可二当家的不给，奴家要了好几次都不给。今夜我看二当家出去了，就想着到书房拿了钥匙，就买几件小首饰便把钥匙还回去，没想到就被您给发现了。你就是为这个进他书房？那还能为了什么？那你收来的钥匙呢？还说什么钥匙啊，好汉！奴家在二当家的桌案上看到了这2日的奏报，严家破没守住，托世风也让人家大个落花流水，这辽山就要完蛋了。怪不得二当家的这几日都不来我房里了，原来是树倒猢狲散呀！那我可怎么办呀？麻六刚才的怀疑被一扫而光，明白想从眼前这个无知妇人的嘴里掏出点有用的东西是没什么可能了。请吴夫人不必怕，我就是朝廷派到山寨中的暗桩，不日这山寨就大乱了。你可以跟着我先出去，我定将你安全的送到辽州府衙去。没想到啊，他想了那么多办法逃出辽山，竟然在这次被劫持中得来全不费功夫。真的，你当真是朝廷派来解救我们的人？真的，你当真是朝廷派来解救我们的人？这令牌还能有假？来剿匪的不是建安侯的人吗？你为何是辽州府衙的人？我们是通力合作，通力合作懂不懂？朝廷的事儿你且别管那么多，只要你出去了，按照要求好好指认魏明在辽山的罪行，朝廷不光会将你放回原籍，还会有重赏。江瑜因着见到官府的人而激动的心情，随着这句话逐渐冷却下来。按照要求指认魏明重赏，从来没听说过剿匪被解救回去良民还能有赏的，而且这人为何要强调指认魏明？夫人现在不信我不要紧，且看我一会儿能不能将你带出山寨就行了。二人一路东躲西藏，竟然不一会儿就出了东门，顺着小路朝着寨子外走去了。这让江瑜都忍不住要相信，这人竟然真是要带他出去了。主子没去休息一会儿吗？他回来了吗？没回来，那人带着夫人从东门一路出了寨子。主子您别多想，那人胁迫夫人，想必夫人也是不得不走。他要是不进书房偷看我放的那条子，能被人胁迫吗？还不知道是哪家的细作呢。小侯爷，您可别被他蒙骗了呀。夫人不是那样的人，她平日里都进书房的，何苦偷偷摸摸的？小侯爷，您干嘛？咱们守山的人自然会将他们捉回来的。我亲自去。江瑜跟着麻六越走越觉得不对劲，他们走一段路就会退回去，再重新换一条路走，这么几次三番的，江瑜警觉起来。好汉，我说好汉呀，咱们这样真的能跑出去吗？不然我们不跑了，等过2日朝廷来剿匪，也一样能出去的。闭嘴！过2日徐颂就要起事了，肯定会事先安排好这女子，届时自己还怎么将人弄出来？不对，又让他跑了。主子，另外一边也没有，这小子还真有几分本事，竟然让我们的人跟丢了。徐颂手中缰绳拉得更紧，下颌上紧绷的青筋透露出他此刻正在忍耐。他真要离开他吗？若是失手，徐颂不敢想。走，这条路，跑！山风呼啸中，江云努力迈着双腿，漫无目的的被拉扯着往山上跑。站住！江瑜腿脚不听使唤，似乎是长久的惧怕徐颂的威慑，不由自主就停了下来。下一瞬，他就感觉到脖颈上重新抵住了冰凉的刀刃。你们站住，不要再往前来，再往前一步，我就杀了这个女人。站住！你站住，听到没有？刀尖忍不住往身逼近了2寸，江瑜顿时感觉自己脖子上一凉。你以为我是来救这个女人的？我不管你在不在意她，只要你再往前一步，我就将你从这里推下去。你还不如用你自己的命威胁我来的让我气的。你站住！你再上前，我带着她一起跳。你跳啊！果然，对于魏明这种胸有沟壑、野心勃勃的人来说，宠不过是宠，哪有一分爱呢？郎君，娘娘该走了，后会无期。不，你干嘛？徐颂一个手掌撑地，整个人向前翻起，堪堪来得及拽住江瑜的手。还没等他松一口气，就发现面前江瑜的重量非比寻常，连他都被拽着朝墙滑去。原来是最下面的麻六不甘就这么摔下崖底，拽住了江瑜的脚踝。娘娘就这么想走？原来是最下面的麻六不甘就这么摔下崖底，拽住了江瑜的脚踝。娘娘就这么想走？郎君，你快松手！
休想！放手，快放手啊！你个傻子！眼看着两人都要跌落崖底，江鱼泪如雨下。然而实际上不过是几息的功夫，身后的萧齐卫很快追了上来。几个人一起使力，七手八脚就将三人都拖了上来，再次回到熟悉的院子。刑堂。你可知这是谁的人？不知。不知道也敢和他走？他威胁我。威胁你，你不知道告诉我吗？直接就跟着一个不认识的男人走？袅袅，我不值得你信任吗？我告诉我，袅袅，告诉我你不是故意的。告诉你有什么用？你就值得信任了吗？你是匪，还是个准备造反的山匪。就在这时，一直被绑在行刑架上的麻六看到这一幕，发出忍耐不住的桀桀笑声。你尽可以对我用刑，我什么都不会说的。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的人吗？你知道。袅袅觉得我是匪，便认为他真是和你说的那样，是官府来救你们的。皇帝派来剿匪的是建安侯，辽州州府因为前期剿匪不利不得参与，此人假借辽州州府的身份，袅袅就信了。因为我是匪，所以袅袅怎么都不信我。匪你竟然以为不要！害怕了？你是疯了吗？非要把自己弄得四面楚歌吗？晨光穿透薄雾，从窗棂上爬上江鱼的脸。眼前的女子脸上还挂着泪水，被阳光照得亮晶晶的，某种恐惧还没消散。可是徐颂却觉得，他那些唯唯诺诺的奉承和抱怨都及不上骂他这一句。你还会为我担心？你这是什么话？现在是说这个的时候吗？我不知道你在外面的靠山是谁，可你能斗得过朝廷吗？这么危险的时候，你还有多大当家的权？你就不怕有命赢，没命享吗？这一番连珠炮一样的话说得徐颂一愣，但转瞬他便忍不住翘起唇角，绽放出今晚第一个真心的笑意。我若是没命享，你待如何？像今天一样和人逃走吗？郎君要起事，却什么都不和奴家讲，奴家心中害怕，进了你的书房又被这贼人威胁，然后也不知为何就变成现在这个模样了。这谎言不能再拙劣，可是徐颂就等着一个拙劣的谎言让他能顺着台阶下。天知道今天得知他跑了的时候自己是什么心情，他不想再经历一次那样的心情，所以不管现在江鱼用什么理由搪塞自己，只要他还肯搪塞都好。等到一切事毕，他自然知道自己不是匪，自然会知道自己的好。别再动离开我的心思，不然如何？他没有说出口，无人得知。主子不好了！你最好是有什么正经事。主子，廖振东动手了！看来他是准备先下手为强了。咱们的人准备好了吗？没想到廖振东这么快就动手了，而且他这次带的人远比我们知道的要多。主子，这是他还有后手啊！他能在前朝覆灭之后还在辽州纵横这么多年，你以为是吃素的吗？没说几句话，院外就响起了叫阵声和撞击声。显然廖振东的人已经打过来了。他上前一把抓住江鱼的胳膊，一言不发，直接带着他朝着后院走去。郎君，我们去哪儿啊？我要回去了。小六会带着你下山，先去安全的地方安置，不用担心，会有人保护你，在那里乖乖等着我去找你，少则2天，最多5天我就会来，等我，明白吗？江鱼一愣，他竟是准备将自己先送去安全的地方。下一刻，他不顾四周都是人，上前一步，猛地抱紧江鱼，低头唇舌便缠绕上来。大庭广众，小六是个人精，见状张大了嘴巴，紧接着就静静挥手，带着在场的萧齐卫回过头去。再听弦断指音，起起伏起起，再听曲终止语，你无边无离。别忘了刚才在刑堂答应我的。他答应了什么？哦，答应他不再逃走。他心中顿时五味杂陈。主子，咱们该走了。徐颂不做理会，仍紧盯着江鱼。江鱼知道这个节骨眼上，他铁定是要一个答案的了，于是不再纠结，上前一步，踮起脚尖。郎君放心吧，妾身会做好该做的。徐颂这才放下心来，最后认真看了他一眼，像是要看到骨髓中去，接着转头离去。6个人跟着徐颂离开，还剩下20个骁骑卫，由小六带着，一路护送江鱼从密林中往山下走。是不是有什么不对的？梅夫人，不用担心，属下会安全将您送到地方的。我知道，我问你的不是我能不能安全。
山门是重要关卡，我们放置了重兵。可是刚才经过山门的时候，我们的人都不见了，属下担心魏明那边形势不利。那你还在等什么啊？我猜的没错的话，他给我留下的这些人都是精锐吧？还不快带着他们回去帮你主子？小六踌躇。可是主子让我们将夫人安全送到地方。你已经送到了，那前面就是村庄闹市，廖振东的人肯定不会找到这里来的。你留2个人驾车送我过去就行了，其余的人你带回去帮他。那怎么行？我要是不将夫人送到地方，主子一定会怪罪我的。六哥，你看那是什么？那是军械库的位置。烧军械库了，肯定不是主子干的，是廖振东那厮。军械库都是咱们的人，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啊？快去吧，不用担心我的。你要明白，只有魏明胜了，我才能真正的安全。对着江瑜郑重点了点头，恭敬拱手。多谢夫人。江瑜心中暗暗啧舌，他在王通判府上都没见过这么精美的器具摆设呢。魏明来辽州不过2个月，竟已经置办了这么一处奢华的宅院，不知道他在凉州的家业更是如何奢华。想到凉州，江瑜心情顿时沉重起来。这次事情一结束，你家主子就要将凉州的妻妾子女接过来了吧？他被江瑜问得一愣，没明白过来这话是什么意思。稍事一想，才想起这位清武夫人还不知道主子的真实身份，还以为主子就是凉州那个魏明呢，那他自然不能拆穿侯爷的身份。应当是吧，想必辽山的事情结束后就会安排吧。他在辽山的时候曾经和厨房的钱婆子打听过，魏统领在凉州可是鼎鼎有名的人物，已经娶了5房妻妾，膝下妻子2女，府宅里可谓是枝繁叶茂。那你家主子的大夫人是什么样的人呢？这其他夫人好相与吗？真正的魏明早被侯爷在3个月前于玉门关抓获，现下关在大牢里呢。他的妻妾们是什么样，自己如何得知？自己连魏明有几房妻妾都不知道呢。钱妈妈。夫人，钱妈妈是主子前些天就送下山的，早将院子收拾好了，就等着安置您。这几天您屋里有什么需要做的，都可以支持钱妈妈，想吃什么也都可以告诉钱妈妈，让她给你做。对，老婆子会做很多吃食，保管这些天啊，给夫人伺候的好好的。呀，钱妈妈，您还有这样的手艺呢，之前在厨房里都算是屈才了。老婆子以前是在辽州首富汪家做活的，是汪老爷二夫人身边的一等婢女。后来呀，您知道的，这汪家为富不仁，所以啊，被咱们辽山劫了。如今算来，已经过去7、8年了呢。夫人以为老婆子是要和你诉苦吗？老婆子我这辈子啊，风风雨雨，起起落落，早已看开了这些小事儿。和您说这些呀，是想说这人生啊，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哎，老奴听到夫人问卢云二当家家中妻妾的事情了。没，我只是随口问问。哎呀，老婆子知道，是老婆子多嘴。老婆子看得出来，夫人在来辽山之前，一定也是大家闺秀，绝不是他们说的季方头牌。夫人放心，老奴没和任何人说过。只是老奴也是从富户出来的，看您言行举止，自然知道是大户人家培养出来的端庄女儿。天不遂人愿，让您做了个土匪的压寨夫人，您肯定心有不甘。这么些日子曲意逢迎，已经是极限了，老奴都佩服。您年纪轻轻的，竟然是个能屈能伸的，这才是做大事的人。他以为这些心路历程只有自己知道，没想到钱妈妈一个厨房的奴隶，竟然能理解自己这些不易和委屈。所以呀，您也别担心以后，以您的心性美貌和二当家对您的宠爱程度，就算凉州那些女人来了，又有何用？老奴说句认真的，在辽山这样吃人的地方，您都能活出一片天来，从奴隶做到了二当家的心头好，还怕比不过梁山那些女人？这夜躺在陌生的床上，江瑜辗转反侧，许久都没能睡着。他确实有点担心，虽然他是一定要走的，可他还是希望魏明能赢。是这个男人在吃人的辽山庇护了自己，还对自己百般信任。若是他败了，江瑜一定良心难安。夫人，有消息了。罗大哥，怎么说？夫人，这下可以放心了。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信号烟花，成了。成了就好，成了就好。是啊，皇天不负，3个月的筹谋总算是成功了，这可是大功一件啊。卢云一时松懈，说话差点露馅。幸而江瑜沉浸在徐颂胜了的消息之中，没有注意到他话中的不妥。夫人也可以好好睡了，想必主子明后日就能来接您了。江瑜闻言冲他礼貌地点了点头，却不着痕迹地收起了笑容。夫人啊，这是干什么呢？
咱们辽州的男子若凯旋而归，家中妻子都会做一个五福丝绦给丈夫庆贺。今日二当家凯旋，我自然也要帮他做一个。哦，这自然是极好的意头。只是这丝绦，夫人准备缀什么呢？绣荷包是来不及了，宝石嘛，我恐怕也买不起太贵的。这样吧，咱们去买鸽血石，给二当家做个姓氏的印章吧。哎，这个主意好。两人说干就干，装扮一番就准备出门。夫人要去哪儿？钱妈妈连忙将江鱼的意思说了一遍。没问题，那属下陪夫人去。我出去逛街，你一个大男人跟着多有不便，有钱妈妈跟着我就够了。夫人，这不合规矩，热客交代了，夫人进出，属下需要寸步不离的跟着。若万一您遇到不测，主子非砍了我不可。哪就有那么多不测了？魏明就是太过小心了。再说了，钱妈妈跟着我还能帮我参谋，你跟着能干什么？那属下和钱妈妈一起陪夫人，钱妈妈陪夫人参谋，属下在后面远远跟着就行。无法，只得带上卢云。这辽州城是江鱼从小到大来惯的，哪里最热闹最繁华，江鱼门亲儿。今日正好是15，逢着锣鼓街的大集，来往的人们摩肩接踵，好不热闹。跟在他们几步开外的卢云有好几次都差点找不到江鱼，不由得有些紧张。这人多眼杂的，要是出了事就不好了。正想着呢，又看不见人影了。夫人，夫人，青吴夫人。卢云心脏漏跳一拍，不会真的丢了吧？他看到旁边的摊位后面有个石狮子，三下两下爬到最高，手搭凉棚，踮脚望着人群。可是人太多了，他左看右看都没办法从人海中找到江鱼和钱妈妈。完了！他沉下脸来，正准备掏出怀中的信号筒，忽地被人拍了拍一下后背。只见江鱼手拿一个挪人面具。夫人，您吓死小人了，小人还以为您又跑了呢。我跑哪去？如今我这个二当家夫人就要成为寨主夫人了，我还跑，是脑子有问题吗？卢云被他逗得嘿嘿一笑，心想的确是这么一回事。况且哪知成了寨主夫人呢？以后说不准还要做侯夫人呢。眼下看来，夫人应当是想通了，那他这颗心也就放回肚子里了。三人走走停停，不一会儿，江鱼就带着二人到了辽州城最大的珠宝铺子千祥荟萃。他刚一进门，跑堂寇二就机灵地迎了上来。可是等他看清眼前人，表情瞬间就僵在了当场。他不等寇二张口，水袖一扫，上前一步，用力抓住他的手臂，带着他往里而去。快来，小二，快给本夫人介绍介绍，都有什么好货啊？本夫人今日一定要给我家魏郎买个顶好的坠子。寇二压抑住胸膛里快要蹦出来的心跳，不动声色地从江鱼的水袖下抽出手臂来，在柜台后面将一张小纸条塞进了袖头。哎，这是翡翠的，这是黄玉，这是玛瑙，这边还有红宝石。夫人想给您家老爷挑个什么样的？同时他状若无意地打量了一下跟着江鱼的二人，一个是内宅里的老妈子，不足为惧，另一个侍卫模样的人，脚步稳健却落地无声，显然是个1等1的高手。这些成色都不太好，就没有上乘的鸽血红吗？夫人，这都是店里顶好的红宝石了，鸽子血都被贵人们定下了。哼，狗眼看人低，你是觉得本夫人掏不起银子吗？小伙子老老实实上前交出了沉甸甸的钱袋子。哎，好嘞，夫人，这贵人定下的东西也有多的，小的这就过来拿给您过目，您且等着。这千祥荟萃啊，还和7、8年前一样的拜高踩低。寇二上了2楼，后堂寻了处没人的角落，才敢长长舒了口气，稍稍平复心跳。他在见到江鱼的那一刻，心脏简直要从嗓子眼蹦出来。可是失踪了1个多月的江鱼，为何突然出现在千祥荟萃？为何身边还有大户人家的嬷嬷和武艺高强的侍卫？他为何不让自己认出他来？迅速从袖筒里掏出刚才江鱼塞在自己手里的纸条，快速扫了一遍，神色更加严肃了。他没有丝毫迟疑，快步出了后堂，安排了一番之后，端着更上乘的红宝石下了楼梯。夫人，您看，这可是我们压箱底的好货了，宝石配美人，如若不是您有眼缘，掌柜的都不肯拿过来。不错，就要这个了。我想将它做成印章，你们这儿可有手艺好的师傅吗？这么好的鸽血石，夫人不镶嵌在珠冠璎珞上，而是做成印章了。夫人真是大手笔啊！好嘞，一切都按照夫人的吩咐。只是我们千祥云翠的雕刻师傅在另一条街上，您得让下人跟着过去看看，不知道是哪位跟着去啊？卢云去吧。夫人，我和钱妈妈就在这等你回来，有什么可担心的？这位小哥，小的给您带路。卢云踌躇片刻，还是在寇二的盛情下跟着离开了。他就是跟着去雕刻一下宝石，夫人在这里也不离开，想必不会有什么危险。此刻千祥荟萃已经关张大吉，紧闭的店门内站满了面无表情的萧齐卫。这么说，你们的确不知情？天地良心，大人，我们都不认识这小娘子啊。大人明鉴，小的确实是接待了夫人，但是这位夫人消失的时候，小的并不在场啊。小的正和这位大人一起搓磨那块鸽子血呢。大人，你快为小的作证啊！的确，这位小二与此事无关。
徐颂听了卢云的话，挥了挥手，并不准备为难这些天降横祸的生意人。现在追究谁的过错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尽快将江鱼抓回来。他就不信了，不到1个时辰的时间，他能插上翅膀从这辽州城飞了不成？找遍辽州每个角落，也要把他给我找出来。好似全身的力气都在刚才撒谎的时候用完了。想起刚才那个男人骇人心神的气势，后儿禁不住又打了个哆嗦。还好他按照江鱼说的，没有将事情做得太明显。到了傍晚，甚至有官兵挨家挨户开始搜查，街坊邻居都在窃窃私语，说有个大官家中婢女偷了重要证物逃跑了，如今正在全城搜捕呢。夫人，您尝尝，这是刚上的明前茶，味道最是好呢。确实好茶。钱妈妈，你也来一盏吧，这逛久了都渴了吧？那老奴便恭敬不如从命了。也没尝出什么味来，但这肯定是他一个粗人尝不出东西好坏来。一碗热茶温暖了钱妈妈的身子，他话就忍不住多了起来。夫人啊，前日卢侍卫不是说了吗？辽山的事情一结束，主子就要将凉州的妻妾接过来了。您趁着出来一趟，不如正好在千祥荟萃买些金玉首饰，当做给上头几位夫人和少爷小姐们的礼物。钱妈妈，你真的觉得我应该做魏明的妾室吗？夫人才貌自然是举世无双，世家宗父也做的，但这不是没有办法吗？将我养大的哑娘曾经和我说过，有志气的女子宁为农家妇，不做侯府妾。办法是人想出来的，而我这辈子绝不会为人妾室。他抿了抿唇，正想斟酌一下怎么回复他的话，下一瞬就感觉眼前的夫人忽然变成了2个。哦，不是2个，而是自己已经头晕脑胀，眼花缭乱了。钱妈妈再次醒来，是被人一盏凉茶泼醒的。哎呦，怎么了？什么情况？我怎么睡着了？夫人呢？夫人，哎呀，夫人不见了！辽山万言堂，廖振东脸色铁青，跪着的身子支起一条膝盖，缓缓起身，双手接过了梁从举手中的明黄色圣旨。辽王爷，从今往后，您就是我们大圣朝第1个异姓王了，这可是莫大的荣幸，何必板这张脸呢？梁大人过誉了，只是不知金赏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辽王多虑，圣上惜才，昔日大越第1威武将军廖大将军的威名，那可是响彻大江南北啊。虽说大越败了，您也英雄迟暮，可是圣上秉着一颗仁爱之心，还是想让您安享晚年嘛。圣上大度不计前嫌，还请辽王此次随建安侯一起回京赴宴，圣上正想和您追忆往昔呢。谨遵圣命。他一个败军之臣，后来又落草为寇的土匪头子，和如今的大圣皇帝有什么可追忆往昔的？看到了没？你愚弄了他3个月，心里记恨着你呢。兵不厌诈，他恨他的，关我何事？接下来你还是要和他缓和关系，上面的意思你懂的，还是想让他交代出前朝太子的下落。大圣建立至今已经16年，我实在不知道圣上还在忌惮什么。便是那前朝太子还活着，难道还能在我们全盘掌握大圣山河的时候卷土重来吗？此次我本可以一举将辽山剿灭，偏偏让咱们关键时刻收手，还将他招安收为异姓王。一个异姓王10亿万顷，难道百姓供奉就是为了养这种山贼草寇吗？圣上大概有他的考量啊。侯爷，车马已经备好，可以启程去辽州了。他因着违反徐颂命令，在送江鱼的半路上又折返回来，被徐颂下令战事结束后每天去领10军棍。这几日老实得很，能去辽州了，那就是能去接袅袅了。从今日起，军棍就免了。他着什么急？辽州是有什么美招娥等着他吗？您这回可猜对了。你说真的？他当真当着20多个人的面和那个女子激吻？梁从举抓到了这等八卦，哪肯轻易放过他？没想到啊，没想到，咱们如素20多年的建安侯也有这么火热的一面，人前激吻。老房子着火，的确不同凡响啊。罗云，你怎么在这里？后爷不好了，青梧夫人跑了。你说什么？真的吗？到底是什么重要的政务，要这么大阵仗搜捕？这就不知道了，但这位大官是京城来的，说是一个什么建什么侯爷。哎呦，咱们辽州这么偏远之地都有侯爷来了。魏明为何能用建安侯的名头搜捕自己？他何时和官兵搭上了关系？城门处比平时多了1倍的士兵。他立马转身往回走去，还好他上午没有贸然出城，就像他预想的那样，魏明的手下人绝对没有花架子，寇二拖不了卢云多长时间。果然，自己还没走出锣鼓街，就看到范成他们四处寻找了过来。接下来不到半个时辰，整个辽州城就布满了官兵。江鱼看了眼偏西的太阳，街上的官兵明显多了起来，而且开始挨家挨户地毯式搜查了。他再这么下去，迟早被人找到。罢了，赌一把。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钱妈妈，我们要将那些竹筐都挪走吗？稍等一下。他来到那些箩筐前面，准备看看都是些什么东西。一个个打开盖子，有些是破旧的桌椅板凳，有些是腐朽的落叶，还有些……钱妈妈的手顿时僵在原地，双眼骤然睁大。你……钱妈妈只感觉此刻自己的心脏都要跳出喉咙眼了。钱妈妈在那里干什么？见过主子，老奴正在考虑将这些箩筐挪走。只是有些碍事，挪走吧，我找人来帮你。主子，深更半夜了，再挪东西难免惊扰到左邻右舍，不然老奴明日再安排收拾这些。你决定就好。便抬步朝院内而去了，直到人群散去，江鱼那颗砰砰乱跳的心才逐渐平静下来。有些无端忧伤，有些寂寞孤独，有些凉凉思绪将泪水碰触。你可知有相思不知不觉入了我的骨，最念你曾为我梳理长发如瀑。所以他说的那些话都是骗我的了，他不要我了。落全无，唯有斑斓梦境将自己安抚。侯爷，还是没找到吗？是。所以他说的那些话都是骗我的了，他不要我了。一向无坚不摧，像一座大山一样什么都扛得住的主子，忽然冒出这么一句诗意话，小六顿觉背后发凉。侯爷别伤心，夫人一定有她的苦衷。有什么苦衷？不过是我一厢情愿罢了。侯爷，这是夫人临走之前给您亲手捣的璎珞做的印章。徐颂伸手接过，下面缀着的鸽血石嫣红似血，莹润透亮。印章底部赫然刻着一个魏字。他忽然不合时宜的扑哧一笑。是了，他还不知道自己的真名呢。主子也别怪青梧姑娘，她一介良家女子，莫名其妙被掳上了辽山，无名无分的做了一个山寨的压寨夫人，肯定心里委屈。那当然，做侯爷的女人并不委屈，可是夫人不知道呀。刚来小院儿那天，夫人还问属下，是不是在辽山的事情结束以后，就要将您两者的妻妾子女接过来。属下想，夫人一定是在意侯爷，才这么问。良家女子做了山匪的压寨夫人，还要做那不知名的第六房小妾，夫人心里难过也是正常的，所以夫人才打了这璎珞，正是表明了夫人舍不得侯爷呀。只是夫人和侯爷认识的地方不对，这才良缘错过了。徐颂低着头没有说话，只是不停地摩挲着手里的印章。也不知过了多久，徐颂将那印章仔仔细细绑在了腰间，轻轻叹了一口气。把人都收回来吧，不着了。喂，你小子平日里看到女人都脸红，话都不会说半句，今日怎么这么伶牙俐齿？钱妈妈教我的。原来如此，我就说你哪有这个脑子？没有人应答。江鱼叩了好久的门，从刚开始的急切，再到后面的疑惑。江鱼，你怎么回来了？你没事吧？哈儿姐姐，我没事的。说来话长，咱们回头再聊。我现在问你，你可知道雅娘去哪儿了？你可终于回来了，可担心死我们了。可是你回来晚了一步啊！雅娘本就因为你失踪的事情疾病了，用尽全部钱财寻你无果。今日已经让杨十三郎陪着去京城寻江十郎去了。你说什么？今日一早我刚去送行的。你快些去借一匹马，顺着京城的方向去追，或许还能追上。江鱼听了他的话，茫然点了点头。雅娘，雅娘，我的雅娘啊，你怎么变成这副样子了？你的头发怎么全都白了？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于妹妹别哭了，雅娘也别哭了，雅娘这2个月都快把眼睛哭坏了。什么？原来这些日子，雅娘先是用尽了银钱托人四处寻找，打探不到音讯便着了急，一封一封的往京城去信，想让江侍郎帮忙寻找江鱼。可是不知道为何，那些信都如石沉大海一般没有回音。多谢你，妖兽哥哥，你的大恩大德，于妹妹，你我之间永远不用说这些，只要找到你了，我做什么都值了。你这些日子受苦了吧？嗨，辽山的土匪接王通叛家的时候，顺道把我也接走了。我扮成男人，在辽山上做了2个月的苦工。前几日辽山内乱，我趁乱跑了出来。可挨打了？怎么会呢？袅袅这么聪明，雅娘还不相信吗？他撩起袖子就要给雅娘看一双胳膊，那里洁白无瑕，没有伤痕，才能取信雅娘。江鱼刚撩起左臂，顿时汗毛倒立，噌的一下又将袖子撸了下去。可是雅娘却看清了，那是一个金镶玉臂串，
赫然圈在江鱼的小臂上，正是徐送他的礼物之一。因这臂串在衣衫里面，江鱼换装的时候忘了脱下来。江鱼清清楚楚看到雅娘的脸色瞬间难看了起来，但是只有一瞬，他就恢复了正常。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三人不再休息，赶着车连夜回西田庄子去了。5天后，京城江府门前，三公子，咱们已经等了1个时辰了，江大小姐还是没出来，今日想必是见不到了，不然咱们先回去吧。再等等。可江大小姐明显是……不许说珠儿的不好，她一定是被什么事情绊住了脚。三公子，辽山那边消息传回来了，老夫人传您即刻回府。徐彦清最后不舍得望了一眼那扇大门上遒劲有力的江府2字，无奈跟着管家离开了。你对孩子发什么火？是我不让舒儿去见他的，婚事还不一定，见什么见？你什么叫婚事还不一定？文臣之家岂能背信弃义？你都教女儿些什么？我教女儿什么？我教女儿趋利避害，而你呢，教女儿往火坑里跳。你什么你？你倒是有文臣风骨，这么多年来捅出的篓子，哪一次不是我们庄家帮忙解决？这次你又说文臣风骨，难道是要拉着女儿给你那点风骨陪葬吗？那徐三公子刚中了进士就断了双腿，以后就是一个残废。残废你知道吗？他以后的仕途就算是完了。难道要女儿去伺候一个残废一辈子吗？我和你说不清楚，我和女儿说。舒儿，你说，你和徐三公子青梅竹马一起长大，你说你要不要继续履行婚约？舒儿，告诉你父亲你是怎么想的。你告诉父亲，你之前不是很喜欢徐三公子吗？你们2个还经常一起约着去雅集诗会，你还送了他不少自己做的绣活。舒儿，你要是还愿意履行婚约，父亲再给你加3成的嫁妆，一定保你和徐三公子一辈子的荣华富贵。爹爹，女儿不想嫁。徐延清已经残废了，女儿不要嫁给一个残废。而且文大学士嫁的文若莹，嫁的是荆轲榜眼；前传御史家的钱宇冰，嫁的是军中从五品的副将。为什么我要嫁给一个仕途无望的残废啊？爹爹，我怕，我不要嫁给徐延清。那你说说，我该用什么理由和徐家去谈退婚的事情？夫君，我知道你心里还是心疼咱们舒儿的。这徐三公子品性好，肯上进，重要的是心里有咱们舒儿，的确是难找的好夫婿。妾身心里也为他感到惋惜。可是咱们不能因为怜惜他人就搭上舒儿的一辈子啊！这事情啊，的确是不该咱们张口，而是在这徐三公子出了事之后，这徐家就应该亲自来提退亲。你家儿郎成了残废，还耽误着人家姑娘，将这烫手山芋不仁不义的罪名扔到我们家来，这不是他们徐家不义在先吗？妾身哪能不通晓其中道理呢？所以妾身帮夫君想了个万全的法子。养在平江县的庄子上的江鱼也快要16岁了，到了该议亲的年纪，这么一来既全了2家的颜面，江鱼也算是高攀了一门好亲事，夫君也放心不是？这位大哥，你是府狱的管事儿吧？小的有些事情想和您打听打听。是这样的，小的有个哥哥，之前被辽山的匪徒掳去了身上，这次辽山剿匪，小人的哥哥却没有回来，所以想找人打探一下，小人的哥哥是不是被关进了大狱啊？小人哥哥名叫魏明。哦，这个呀，正好，这次收押入狱的花名册在我手里，根本没这么个人。你放心吧，你哥哥没被抓，或许是自己逃了吧？没有，魏明不在府狱中。江鱼勉强扬起笑容，谢过这位狱卒，怀揣着满心的疑惑离开了。就在此时，有一顶乌檀木的4驾马车从江鱼的旁边疾驰而过。侯爷，可是看到了什么人？徐颂迟疑了一刻，摆摆手，怎么可能是他呢？当日自己封锁全辽州城找他，快要将地皮都掀翻了，也没有找到他。他不想被自己找到，就连自己给他买的那么多衣裳首饰都没有带，一个字都没有给自己留，怎么可能还会来辽州呢？他怕是巴不得和自己此生不复相见。这门看似不错的亲事落在自己头上，一定是出了什么岔子。
那么出了什么岔子，能让江府不愿意江叔嫁过去，但是又抹不开面子退亲，而是要自己替嫁呢？傅嬷嬷，江于幼时回过家中一趟，当时便听闻这徐三公子一表人才，学业也极好，这个年纪想必已经参加科考了吧？那是当然，徐三公子去年秋闱可是中了2甲13名，那可是少年英才呀，多少世家富户都抢着下榜捉婿呢。你能有这样的好福气嫁给他，你就偷着乐吧。江雨也没想到父亲竟还惦记着我，将这么好的一门婚事让给我。既然是要成亲，那我去京城理应给徐三公子带一件见面礼。我记得徐三公子小时候尤善骑术，不如我挑一匹辽州的良驹送与徐三公子吧。冯嬷嬷听了心中惊颤，良驹那还得了，徐三公子腿都没了，你送马不是摆明了嘲讽人家吗？哎呀，礼物的事情倒也不必那么着急，一切有府里安排，你安心去京城待嫁就好了。记住，不该听的不要听，不该问的不要问。江瑜明白。至此，江瑜万分确定，一定是徐三公子的身体出了什么问题。侯爷，家中的三夫人华氏来信了，您要不要看看？还有1个月就要到燕青的婚期了，可他突然断了腿，自己又紧接着来辽山剿匪了，还没来得及过问他的婚事，想必嫂嫂华氏就是来信说这些的。我就不看了，你看了和我讲下嫂嫂说了什么。三夫人有些不满。不满什么？三夫人说您不顾念侄子的断腿之痛，说好的剿匪变成了招安，说您忘本。辽山剿匪的事情是招安还是剿灭，由圣上定夺，岂是能凭借一己之私决定的？况且当时伤了燕青的正是严虎，自己已经断了严虎的一条腿给燕青报仇，他哪知道这其中关系？还有别的吗？还有，说三公子的未来岳丈江家最近不晓得是怎么回事，和三夫人以及三公子来往少了，三夫人似乎是咂摸出了一丝避嫌的味道。避嫌？徐松的眸光霎时间就冷了下来。徐燕青婚事的事情本不应该拖到现在才处理的，只是他征讨辽山耽误了3个月，才拖延了这件事。江府卓春堂。这么说，你们是不愿意将大小姐嫁给燕青了？这话不能这么说，2个孩子青梅竹马一起长大，咱们江徐2家又是世交，2家结亲我们是再愿意不过的了。可是现在舒儿生了病，大夫说没个3、5年好不了，这不就耽误了徐三公子了吗？我们又不愿意因此断了2家世代的好交情，也不愿意失去燕青这么好的女婿，所以才想让鱼儿代替姐姐嫁过去的。江鱼，他唇舌之间轻轻卷过这2个字，倒是个好名字，可惜不是他想要的侄媳妇。对，是这个名字。侯爷不要觉得我们是随便塞了一个女儿给侯府的，我们怎么敢呢？这鱼儿吧，从小体弱，所以养在他琼州外祖老家，那边气候温和，养得鱼儿如今身体强壮。我们庄家您知道的，诗书传家，所以鱼儿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人更是长得花朵一样，比他姐姐丝毫不差。要不是他还在路上，要明日才到京城，我就带来给侯爷看看了。据说这位2小姐是庶出，江夫人也肯将她送去庄家教养。虽是庶出，但从小她就没了娘，早就记在我名下了，所以一应教养和舒儿是一样的，我疼爱她和疼爱舒姐是一样的。徐颂自然知道他是在胡扯，却懒得拆穿。这种换嫁的事儿，明面上说的再好听，私下里双方都心知肚明，不过是嫌弃徐燕青摔断了腿，便不舍得宝贝女儿嫁过去了。徐颂能理解，可却对江府拿自己当傻子耍感到十分不快，分外不愿意轻易就如了这夫妇2人的愿。江夫人将2小姐夸得和天仙一样，那这2小姐嫁给断了腿的燕青岂不是可惜？既然江府不愿意断了我们2家世代的好交情，不如就将这江2小姐嫁给在下如何？这燕青也等的，便等江大小姐3、5年之后病好了，再娶江大小姐。那怎么行？舒姐的病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好，岂不是耽误了徐三公子？还有江瑜那丫头粗鄙，怎堪匹配侯爷？说到这里，庄氏话头一顿，才发现自己跳进了徐颂的陷阱。侯爷，下官知道突然提出换嫁，是我们江府对不住建安侯府，只是父母爱子之心，有时是自私了些。所以下官想过了，以燕青的才学，本应该进翰林院的，可却因这意外受伤，导致只谋了个京兆尹府李丽的闲差。
燕青满腹才华，若是窝在金兆尹府一辈子做个小吏，岂非埋没了他？下官和夫人商议，若是新嫁娘顺利换成江瑜，下官便和庄阁老一起想办法将燕青挪去国子监做个博士。如此，燕青的才学也能得到施展，岂不两全其美？侯爷意下如何？侯爷，您意下如何呀？是啊，您若是还有其他的要求，尽可以和我们提，我们无有不应的。江大人请留步，送到这里就可以了。怎么，江大人不回去准备嫁妆，还要送我回侯府吗？江大人和庄氏听罢齐齐一愣，顿时笑逐颜开，点头哈腰的将徐送送出了乌衣巷。五弟，如何？婚事还照旧，只是新娘要换成江府二小姐。什么二小姐？怎么从来没听说过什么二小姐？那大小姐呢？为什么大小姐不嫁过来了？江大小姐生病了，暂时无法履行婚约，所以换了江二小姐。燕青，你放心，江二小姐一样是个品貌端庄的好姑娘。我不管她是不是好姑娘，我只要舒儿。燕青，这天下是能尽如人意的毕竟是少数。五弟，你怎么可以这样啊？你答应了的。嫂嫂，你听我解释。可是华氏根本不听他讲话，用帕子掩了面，便扶着丫鬟离开了卓雪斋。燕青，胡说！你答应过的，你答应了我要去辽山剿匪为我报仇，可是回来就变成了招安。你答应了我要去江府问个清楚，可是回来就变成了换嫁。燕青，我和你解释过，招安是皇上决定的，这不是我能左右的。还有换嫁，江府铁了心不愿意让江叔嫁过来了，你让我如何帮你？况且换成了二小姐，江府能帮你在国子监安排个更好的职位。我不管，我不要什么更好的职位，我只要舒儿。燕青，你该长大了。燕青，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便是身为上位者也不能幸免，想要的得不到，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今日就是你该上的第一课，你要好好学着。我不信，小叔就不会有得不到的东西。哼，我如何没有？爱而不得，人之常情。他是幻听了吗？爱而不得，小叔也有爱而不得的人吗？他还以为小叔这么多年也不娶妻纳妾，是对女人没兴趣呢。小叔，你说什么？好了，此事就这么决定了。你以后莫要再去江府寻江大小姐，婚事在即，要懂得避嫌。不，小叔，我还没有同意。况且换嫁是江府的意思，那舒儿呢？舒儿说过不在意我的腿，他说了他依然会待我如旧。你们怎么可以不在意我们两个人的意见，就直接决定我的婚事呢？你难道现在还没明白吗？江府的意思就是江大小姐的意思，否则他为何在你数次去江府求见的时候都不出来见你？你不是说他生病了吗？玄童，送人。三公子，请吧。不，你不能这样，小叔，我不信舒儿会这么对我，你让我见见他，再让我见他一次。今日是好日子，你怎么还不高兴了呢？母亲觉得是好日子，可就是今日，燕青再也不是我的未婚夫婿了，你让我怎么开心得起来？没有徐三公子，还会有其他的公子。舒儿别担心，母亲一定给你找个比他更好的夫婿。没有了，再也没有了，再也没有比燕青更好的夫婿了。你要是这么死心眼儿，那婚不换了，你还去嫁那个瘸子吧。娘，下定了决心，就别再儿女情长。老娘我好不容易给你找了个替死鬼，你要是再出尔反尔，给我坏了这件事，我以后再也不管你了。娘，舒儿错了，我听你的，你不要不管我。这才是娘的好女儿嘛，娘难道能害你不成？娘知道你伤心，但为了一辈子的好日子，你且忍一忍。江瑜见过父亲母亲。你是说夏婆子半夜将你丢进了井中？是的，母亲。冤枉啊，夫人！我老婆子怎么会做这种事呢？小少爷就是我的命啊！小少爷自己贪玩，半夜跑出去，还诬陷老奴，老奴百口莫辩呐！夏嬷嬷，是你嫌我看书的灯光扰了你睡觉，将我提去井中，说要给我一点教训的。你竟然不承认！小少爷，你这就冤枉老奴了。老奴好歹是跟着夫人20多年吃斋念佛的，哪能做这么丧尽天良的事儿了？你够了！他目光在江纯和夏嬷嬷之间来回逡巡，最后吩咐荣好先带江纯下去休息。等人走了，他才将视线落在夏嬷嬷身上。夏婆子，我和你说过，
江纯是少爷，绝不可以让他有性命危险。你记到狗肚子里去了吗？江瑜来江府的第一天，根本没有如冯嬷嬷所说的得到任何召见，只是被安排着住进了一个偏僻的院子，间夹阁。他在单薄的床褥上躺下，却不知为何无论如何也睡不着，脑海中总是浮现一个熟悉的身影，让他翻来覆去难以入眠。那人上一瞬还满脸温柔笑着说：娘娘，我信你。下一刻就恶狠狠地抓着他的手腕，大声质问他：你答应了我的，你答应了我不离开我的，你怎么出尔反尔？江瑜顿时从梦中惊醒，噌的一下从床上坐了起来，恍然看到窗外蒙蒙亮，他这才反应过来，这是在京城，自己已经不在辽山了，也不再是魏明的压寨夫人了，自己只是做了噩梦。他披了外衣，踏着朦胧的晨雾来到井边，伸手准备将井中的水桶拉上来。谁？救命！救救我！什么人？你怎么在这里啊？江瑜赶忙拉动井绳，将他拉了上来。你怎么掉到井里去了？你叫什么名字呀？我叫江纯。我和你说过，江纯是少爷，绝不可以让他有性命危险。你记到狗肚子里去了吗？是老奴不谨慎，是老奴的错，请老爷夫人责罚。你就是这样帮我养儿子的？这妾身也没料到，不想这婆子这么不经心，任由少爷掉到了井中。你自去领10个板子。就10个板子？主子一条人命差点没了，而夏嬷嬷一个奴婢只需要领10个板子，这事怎么说都荒唐。那左右纯儿也无事，夏嬷嬷只是一个监管不力的责任。老爷，这要是打上20板子，人都要废了呀！气得江大人吹胡子瞪眼，最后一甩袖子，俯身离去了。从始至终没有看自己刚回来的女儿江瑜一眼。夏嬷嬷也下去领罚了。此刻堂上只剩下江瑜和江夫人2个。哼，江瑜是吧？刚回来就给我找事儿。这位嫡母的跋扈江瑜早就知晓，不然也不会在母亲母族刚逝世时就被大着肚子赶去庄子上住。父亲固然凉薄，可还不至于置自己的亲生子女于死地。可是这位嫡母，从刚才江纯的遭遇就能看得出来，他的心思可谓是歹毒。母亲，江瑜不是有意，实在是偶然撞见。我管你是不是有意，你一回来就让你父亲和我生了嫌隙，可是皮痒了。母亲，虽说今晚父亲和母亲稍生了嫌隙，可却好在只是生了嫌隙。您想，江瑜今日阴差阳错将纯儿从井中救了上来，纯儿只是受了些寒，幸好没有酿成大错，所以父亲只是微微有些恼怒，但以父亲对母亲的情谊，不过3-5日便好了。可若江瑜没有发现纯儿在这井里，再有1个时辰都不到，纯儿便会冻死在这井中。若这样的事情发生，那时父亲才是真要与母亲心生嫌隙了。庄氏本就不喜欢江瑜，所以刚才被姜维甩脸子的怒火自然而然的就落在了江瑜的身上。江纯要是淹死了，自己去哪儿再去找这么一个便宜儿子去？我的事还轮不到你来说3道4。罢了，你和徐府的婚期将至，当务之急便是备婚。我懒得和你计较其他，具体的情况，冯嬷嬷路上和你说了吗？冯嬷嬷只说要我代替大姐嫁给徐府3公子，可玉儿还是百思不得其解。这3公子不是与大姐从小青梅竹马定了亲吗？难道是出了什么岔子？哼，能出什么岔子？你大姐和3公子的亲事不过是小时候2家人的玩笑话，2人已经多年没见面了，哪来的青梅竹马一说？你莫要胡说，坏了你姐姐的名声。况且当初定亲只说是江氏女，本就没有说是哪个女儿。如今你父亲心疼你，想让你去嫁那徐府，你便好好受着就是了。一派胡言，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也不准备告知江瑜真相了。看来此事只能从别处打探了。江瑜见过大姐姐。切，就你这副穷酸样子，也配攀附侯府的富贵？我警告你，别仗着几分姿色就去燕青哥哥面前谄媚，让我吃到了，定是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哼！切，谁是你姐姐？姐姐方才的话，妹妹听不明白。妹妹是奉父母之命后来成婚的，父亲母亲让我嫁去徐府之后，侍奉长辈，体贴夫君，最好再生几个灵儿，巩固江徐2家的关系。妹妹自然是要遵从的。什？你个不知廉耻的小蹄子，你说什么呢你？怎么了？妹妹说的可有错处？这成婚了，自然是要和夫君生孩子的。
哼，你还想生孩子？他断腿了，你知道吗？你还想生孩子？你守一辈子活寡吧你！原来如此，原来是腿断了，怪不得庄氏费了这么大的劲，愿意将这种好婚事便宜给自己。二姐姐，母亲接你回来，是不是要你替大姐姐嫁给徐家？江瑜点点头。你不要嫁，那个徐燕青腿断了，大姐姐不想嫁，才找你来做替罪羊的。你嫁过去就是守活寡。你已经知道了。我也是才知道的。纯儿，我且问你，你见过徐燕青吗？他经常来江府的。那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其实燕青哥哥是个还不错的人，长得一表人才，为人彬彬有礼，才学也好，对大姐姐也一心一意的。但就是因为他对大姐姐太一心一意了，二姐姐，你要是嫁过去，或许很难得到他的真心哦。真心？若是放在以前，他还会期待着和夫君举案齐眉。可是现在，他的脑海中闪过一张温润俊朗、宛若谪仙的脸。紧接着，他摇了摇头。有了那段经历，他很难保证未来夫君不会知道自己的过往。江叔还有江纯都说什么来着？对，守活寡。徐燕青腿断了，不能人事，自己嫁过去就是守活寡，那岂不是好极了？没有夫妻之事，他便不会发现自己婚前失贞，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自己还怕嫁人做什么？自己嫁过去，攒些月例银子就有银钱帮雅娘治病。真心那不重要，这个侯府我嫁定了。今日庄氏是带她去试嫁衣，这嫁衣是江叔之前备嫁时早就定好的，要不是定制的衣裳不允许退货，庄氏哪舍得让给江瑜？想起这件衣裳的价值，庄氏就肉痛，所以今日格外看江瑜不顺眼。二小姐身量是极妙的，腰肢竟然只有1尺6，小人还需要给您大改呢。正在师傅准备找些其他话题缓解尴尬的时候，隔壁雅间却响起了女子娇俏的笑声。连安，你终于肯出来和咱们姐妹玩了，前2个月怎么叫你都不出来，可耽误了好几场赏花宴呢。前2个月你叫他怎么可能出来？他每日在家吃斋念佛，要神仙保佑他的徐郎凯旋归来呢。说真的，现在建安侯凯旋回来了，还立了扫匪平乱的大功，可真是风头无二啊。那当然了，辽山之乱困扰圣上多年，徐郎此次平乱为君分忧，定是要再得嘉奖的。再得嘉奖？他已经是建安侯了，简直封无可封了呀。那就不知道圣上要如何决定了。你们知道吗？此次辽山平乱的最大受益者，其实不是建安侯，而是那个辽山的匪头廖振东。听说他被封了辽王呢。啊，一个匪首还能被封王？嘘，这话咱们私下说说就行了，可万莫去外面说。我听我父亲讲，那廖振东如今可是当朝第1个异姓王。为此，皇上将剿匪的说法都改了，改为前朝大将，归顺大圣。真不知道这个廖振东有什么用处，值得皇上这样对待。廖振东竟然被封王了，且没有听到魏明的消息，魏明又是他的死对头，那魏明岂不是凶多吉少？啊，那只招安了他一个人吗？辽山其他土匪呢，也都招安了？能如何？其他人又不是前朝大将，肯定是该处死就处死啊。江瑜的心猛地一沉，那日他去辽州府狱打听，得知魏明没有被关押，还松了一口气。难道他直接被处死了吗？冒昧打扰，敢问2位小姐，辽山的2当家呢？2当家也是被处死了吗？2当家？听说有个当家的被建安侯用刑打断了腿，其他的就不知道了。江瑜的心脏猛地抽痛了一下，忍不住弯下身子缓解。被打断了腿，还能是谁？趁着朝廷剿匪的时候挟私报复呢？肯定是廖振东勾结了建安侯，里通外敌，在剿匪的时候报魏明的夺位之仇。亏他之前还觉得魏明夺位的行为多有不义，原来廖振东也不是个好东西。建安侯招安就招安，泄私怨泄私愤，算什么英雄好汉？你这女子好生不懂得礼义尊卑，建安侯如何行事也是你能议论的。就因为他是侯爷，便是行事有所偏颇，旁人也不能议论了吗？有罪之人自有朝廷论罪量刑，岂能乱用私刑呢？放肆！就凭你也敢胡言乱语，论断建安侯的是非？你可知和你说话的是谁？这位可是连安郡主，还不下跪给郡主磕头请罪？此刻2搭着楼梯涉级而上，由店主引着朝左侧的私人雅室而去。他刚刚踏上2楼，便听到右侧的隔间传来隐隐的吵闹声。
臣女无意冒犯连安郡主，还请郡主恕罪。哼，刚才不还言之凿凿的说建安侯如何如何吗？现在怎么不说了？有本事继续说呀！就是得知连安的身份，知道服软了，晚了。哼，建安侯也是他可以随便议论的。哼，现在知道低头了，那你说说看，建安侯到底是不是公私分明的忠臣良将？你可还敢胡乱议论他的功过是非？方才臣女向连安郡主行礼道歉，是因为臣女对郡主的尊敬，以及无意惹郡主不快的歉意，并不是我真的说错了。动用私刑本就是不合法度的，这一点臣女没有说错。其余建安侯的功过是非，并不是我们小小女子以一己好恶就能评判的。你给我跪下！连安这么大火气啊？三哥，你刚才说什么？建安侯动用私刑不合法度，说他不是公私分明的忠臣良将。自己哪这么说了？江瑜硬着头皮沉默，头垂得更低了。妈呀，这人不会也是一个建安侯的狂热粉丝，要找自己麻烦吧？小丫头，咱俩英雄所见略同，我也看不惯那个道貌岸然的家伙。啊！江瑜一怔，抬起头来。嘘，闹了半天是建安侯的政敌呀。小丫头，京城女子多爱慕那个脸长得好看的死冰块，只有你能看到他假正经的外表下隐藏的阴暗龌龊，有眼光。走，我请你去对面酒楼喝酒去。没想到公子一个王公贵族，竟然如此洒脱有见地，毫不迂腐，当真是难得呀！多谢公子刚才替我解围，不过喝酒只能改日了。今日臣女是随母亲出来量嫁衣的，就不多奉陪了。他摇了摇头，脸上露出失落之色。刚认识的有趣美人儿竟然就要嫁人了，无趣无趣。难道是我样貌太丑了？徐宋那个冰块脸入不了你的眼，连我都不行是吗？姑娘眼光颇高啊。公子宁龙张凤姿，气度翩然，居然还说自己丑，说真是有谁这么说了，那才是瞎了眼呢。真的？这么说，你是觉得我比徐宋那个冰块脸强100倍了？江瑜好笑又无奈，他又没见过建安侯，怎知他品貌德行如何？人不能只看容貌，臣女虽没见过建安侯，但他滥用私刑，不遵法度。可公子刚才却能救小女子于危难之中，在我眼里，自然是公子更胜一筹了。果然好眼光。江瑜，你这个不老实的小蹄子，我一会儿没看着你，你就在这里私会外男，你是要丢光江家的脸吗？臣妇见过广平王殿下。这位贵公子竟然是广平王。臣女见过广平王殿下。起来吧。江夫人刚才好大的气势，倒是将本王吓了一跳。误会误会，是臣妇的不是，臣妇是怕小女不懂礼数，冒犯了广平王殿下。那这位姑娘就是江侍郎家的小姐了。是府中二女江瑜，今日带她出来试嫁衣，不日即将成婚的。说到这儿，庄氏转身对着江瑜使了个眼色，让他回马车上等着去。慕容章一路目送着江瑜上了马车，直到江瑜消失在了车厢内，才收回视线，重新看向庄氏。江大人之前在国子监任教的时候，曾经教导过本王，本王十分仰慕江大人的才学，所以好奇，以江大人这样目下无尘的性子，什么样的儿郎才能入得了他的眼，做他的女婿？殿下谬赞啊，谬赞！这天下儿郎哪还有比殿下更出色的呢？不过是建安侯家的一个小公子罢了。这姑娘倒真是有趣，照理说就要嫁进建安侯府了。这建安侯徐宋以后就是他的小叔，他的长辈，他不尊着、敬着、奉承着也倒罢了，竟然还能说出他的不是来，有意思，有意思。不过说曹操，曹操就到。徐宋，徐宋，你下来，你下来。正巧我要找你。徐宋挑了挑眉，一脸不悦地看了他一眼，那意思很明白，有话快说，有屁快放。徐宋并不像讨厌太子那样讨厌他，但他让人厌烦的是，总是拉着自己比，不厌其烦，没完没了。你个自鸣得意的冰块脸，须知这个天底下并不是谁都喜欢你这副做派。今日我就遇见一个妙女子，她说了看不上你。江瑜自从上了马车，就隐隐约约在关注着车厢外的动静，直到听到建安侯来了，他的心莫名咯噔一下。刚刚说了建安侯的坏话，马上就被人抓了现行，他心虚得很。你到底有没有正经事要说？没有，我要走了。话音刚落，就看到连安等人下了楼，一群莺莺燕燕眼看着就要朝自己扑过来。我是说你的那个未来直媳，其实根本看不上你这副。哎，你跑什么？他的心脏还在砰砰砰狂跳。刚才是他听错了吗？他恍惚间听到了魏明熟悉的声音，或许是自己听错了呢。他忍不住有些怀疑，是不是魏明如今下场凄惨，
自己却在关键时候逃跑，所以他因为心存不忍而产生了幻觉。庄老在这烈日下头做甚？年纪大了也不怕晒着自己。庄阁老作揖的手弯得更低。多谢辽王殿下关怀，老夫无事。既是无事，不如上本王的马车。阁老要去哪里？本王送你去。多谢辽王殿下关怀，回辽王殿下，臣父和父亲有坐马车，不过是在此等候一下建安侯，没什么的。你们在等徐送？是，有些儿女亲家之间的事情要和建安侯聊一聊。儿女亲家？徐送和你们庄家是建安侯的侄儿徐三公子，正在和老夫的外孙女江家二小姐一起，不过都是些小事，不劳辽王殿下费心。那我就不叨扰阁老的正事儿了，告辞。说罢给车夫示意，马车缓缓动了起来。就在廖振东的马车经过江家马车的时候，一阵清风拂过。停车！还没等车停稳，就见他就一个翻身下了车。马车里的江鱼被一声熟悉的大喝吵醒，还没等弄清楚什么情况，茫然间就和一张熟悉的脸四目相对。廖振东，关家小姐，江夫人，车上的就是你家二小姐。庄氏茫然点点头。你说她在和谁一亲？建安侯府的徐三公子，侯爷的亲侄。辽王殿下可是觉得这婚事有什么问题？没什么问题啊，能有什么问题？那是你们两家的事情。那是辽王认识小女？怎么可能？我是看令媛美貌，想必和徐三公子一定能成就一段良缘。我这人啊，最爱看才子佳人了。你……江鱼摇摇头，眸中全是急切哀求之色。大当家的，我求你了，不要将辽山的事情说出去。原来是这件事。可廖振东此刻有了其他更感兴趣的事，自然不会在这等小事上为难。我岂是那等小人？你放心吧。不过我有事问你，你是在和徐家一亲？江鱼点头。那你可曾见过徐家人？江鱼困惑摇头，他一个徐家人还没见过，不过婚前不相见在当今才是常态。二位请回吧，我今日递去江府的意思没有转圜余地，还请江夫人提早准备吧。徐送，二弟去哪儿啊？里面是你未来侄媳江家二小姐，长得那是倾国倾城，花容月貌，你不看看？徐送一家马妇冷哼一声，绷直腰背离开了长街。二弟呀，二弟呀，机会可是给过你了，接下来可别怪我这当哥哥的辣手无情了。这么说，徐家之前同意了换亲，可现在徐送心疼侄儿痴情，又不同意了，逼着江家嫁大女儿。是啊，这建安侯也忒霸道，哪能胁迫人家嫁女的？就连庄阁老的面子都不给。王爷，这个是您抓住他把柄的好机会啊！滑头，走，今日天气不错，我们去告御状去。你这副样子，就像是被家中母老虎赶出来我这避难的一样。不过是一个侄儿的婚事，何至于如此上心？快起来，和我喝酒。要我说，你那个侄儿徐彦清就是心比天高，掂不清自己几斤几两。你不如不管他，且看他一个人能娶到哪家的贵女，能觅到怎样的官职，到时候还能不能和你这样闹脾气？你是不知我家艰难，我这三位嫂嫂本在10年前徐家出事的时候就可以归家另嫁的，毕竟那个时候他们还年轻，才嫁进徐家没几年。可是他们却选择留在徐家，帮我重振家业，把孩子们抚养大。这份恩情，我徐宗没齿难忘，是我们徐家欠他们的。以前父兄将他们保护的如娇花一样经不起风雨，如今我扛起了建安侯府的重担，应下了父兄的临终嘱托，就不能让他们比之前过得差。燕青这孩子当初断腿也是我托大，想着出门游历而已，没有派人保护他，为此三嫂嫂都快把眼睛哭瞎了。是我没有替三哥看过好这孩子，是我惹三嫂嫂伤心，我对他有责任。我自以为为他好，帮他换亲选了江二小姐，帮他选了个好前程，却让他伤心成这个样子。也罢，那江大小姐便不是良人，我也让她如愿一回。这次我就不信那江府不低头。二弟紧张什么啊？莫不是这2日欺负江家欺负厉害了，自己心虚？臣可不敢有辽王殿下这样的兄长，况且不过是2家一亲的私事，哪谈得上欺负？
又哪用得到殿下费心？二弟这么说，就伤了为兄的心了。为兄不过是好心提醒你，你此举伤了江家和庄阁老的颜面，已经被陛下知悉了。此事我也有决断，还是不劳殿下关心了。你这人也忒不怜香惜玉了，在辽山的时候就是这副做派，你可想过那江二小姐被你又拒一次，日后名声如何，还要如何在意婚事？这又关辽王何事？是不关我事，但是我怜香惜玉啊，这么漂亮的美人，我不忍心她被退婚罢了。不然为兄给你指条明路，你若实在想让徐三公子娶江大小姐，也别冷落了江二小姐。反正你还没娶妻，便由你来娶江二小姐，如何？荒唐！她是给燕青义的亲，我和我，那岂非乱了天下大伦？乱天下大伦！辽王若是怜惜那江二小姐，不如辽王殿下自己娶了吧。你说真的？你不后悔？那我真娶了。徐颂离开望云台，脸色依旧不好看。你可还想娶江叔？想什么？便是我想娶，舒儿就想嫁吗？若是你想，我想没用。到了如今这般田地，不过是他不愿意嫁我了，不然前日为何不愿意和我走？怕了，他犹豫了，嫌弃我了。那我便放他自由，让他去嫁个身体健全、仕途通达的青年才俊去吧。你能想通便好。想通？我想不通。小叔，我想不通啊。他去走他的阳关道，我烂在这泥地里，你让我如何想通？燕青，以后会好的。那你还愿意娶江二小姐吗？还是想直接退婚？娶啊，娶！她嫁人，我便娶妻。不是她，娶谁又有什么分别呢？昨日接到小六奏报，原来这几日他擅自做主，想为侯爷找回清武夫人。没想到他按照清武夫人之前留的家庭信息，却根本没在平江县找到女儿名为魏袅袅的做脂粉生意的人家，说明当初侯爷第二次试探清武夫人，他还是没说实话，都是骗侯爷的。果然，徐颂看完小六的密信，整个人像是被一团乌云笼罩，连带着整个屋子的气压都低了下来。玄童，哎，主子，把它扔了。啊？怎么还不快去？哦，是，属下这就去。有一天你离我远去，那将是我最大的悲剧。没有了你，山河太阳星星都多余。